哎呦喂，哪来的小叫花子，敢闯镇国公府？爹爹，淘淘来啦！爹爹，淘淘可找到你啦！放肆！Check it out！ 看淘淘，坏蛋！爹爹救命！他们要摔死你的亲宝贝闺女啦！哎呦！爹爹，你的淘淘要飞走了，你会后悔的。村口张半仙说了，淘淘是你命里的福星，离了淘淘你要倒大霉的。聒噪！堵上嘴，离远点。Check it out！ 仔细查验，有无人为痕迹？国公爷，不好了！追风他疯了！ Okay. 幻听啊！去，把昨天那个小丫头子找回来，请玄清道长。爹爹。国公爷，此女命格贵不可言，却又混沌莫名，贫道看不透。然其身似有天道气运流转，与您因果极深，恐是言出法随之体天眷之人啊！荒说人话，他所思所言，关乎至期之事，极易引动因果化为现实。府上异象，恐皆因此女啊！国公爷，荒谬！本宫从不信什么天命气运。爹爹的书房好黑呀，该开窗啦。看，亮了吧？难道国公爷，天道莫测，顺之者昌。此女强硬驱赶，恐招不测。不若暂且留下，好生相处啊！爹爹，淘淘困，想睡觉觉。留下，荒谬！万一他再说，先带下去，洗干净。岛间离主院最远的厢房，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院子半步。今日之事，若传出半句，贫道明白。国公爷放心。爹爹最好啦，淘淘明天给爹爹摘花花。鸡飞狗跳的日子开始了。爹爹的院子好远呀，不好玩。去找爹爹玩，给爹爹一个惊喜。大门有坏叔叔。哇！黑黑的，一条条的，像阿童家墙上的壁虎，不好看。淘淘也画个好看的给爹爹。这个像爹爹，威风；这个像淘淘，可爱；坏蛋，丑丑。什么？我的八阵图解析玉璧。顾淘淘，爹爹，看淘淘画的像不像你？像我？对呀，这个威风凛凛的是爹爹，这个是淘淘，我们一起玩。这些黑点点不好看，乱糟糟的，爹爹的好看。杀心渐起。爹爹，你手好凉，是不是饿啦？淘淘也饿。阿婆说，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人就会凶巴巴。爹爹不要凶，淘淘给你找好吃的。罢了，一本兵书
回头再寻。陛下，臣和户部侍郎李庸贪渎河工银两，致使得堤偷工减料。去年汛期溃竭，3县百姓流离失所，死者逾百，此其罪一也。其罪3也：欺君罔上，伪造账目，人证物证俱在，请陛下明察，严惩不贷。爹，他怎么会在这里？侍卫，我要杀了他们！顾爱卿，此乃天意乎？天意？去他娘的天意！是那个小瘟神的意思。臣惶恐，或为巧合。臣定当另设奏章，再呈陛下。爹，慢点，淘淘要飞起来了。听着，从今天起，不许离开你的院子半步，不许靠近我的书房，不许靠近马厩，更不许靠近皇宫，靠近陛下。听到没？没有？爹，你这里皱皱的，像包子褶，不好看。淘淘给你吹吹，吹吹就不气啦。天眷之人！带他下去，看紧了。从今日起，府内所有高出一落之物，全部检查加固。书房、窗户加固，瓦片都检查一遍，硬碰硬行不通，得想别的法子。爹凶是凶了办法，淘淘最喜欢爹啦，明天还给爹摘花花。国公爷，吉时将至，宾客已陆续到了。爹吃了淘淘的面，活久久，陪淘淘久久。爹，寿辰快乐！淘淘给你做了长寿面，吃了活久久。爹吐了嘿嘿，吐了毒就能活久久啦。天钻之人，眼中发髓。爹饿，给你好吃的。厨房拿的桂花糕，甜不苦。爹吃完睡觉觉，淘淘走啦。熟悉的甜香。
爷，府医连夜验过，确是数种慢性奇毒混合，性极阴损，长期潜伏。若非昨日烈性催发，极难察觉。来源还在细查。查，从府内饮食、熏香、旧物，到我近10年所有经手之人所到之处，隐秘些，尤其是户部李侍郎，近来与府中何人往来过密？废物，都是废物！不是说万无一失吗？那毒怎么会？顾北安，他怎么会没事，还吐出来了？那丫头，那碗面……听说了吗？昨儿个国公爷寿宴上吐了，说是小声点，府里不让议论这个。不让说爹爹吐了，爹爹生病是秘密吗？淘淘要去问问爹爹。进来。爹爹，你生病吐了是秘密吗？为什么大家都不让说呀？淘淘，昨天你怎么知道爹爹吃了面会吐出不好的东西？因为爹爹身上有苦苦的黑黑的味道呀。面是药食。阿婆说肚子疼，吃了不对的东西，吐出来就好啦。难道那碗可怕的法髓的精准排毒，而是歪打中着，恰好符合了某种粗浅的以毒攻毒或催吐原理，被他的能力放大实现了？陛下，镇国公府昨夜至今暗卫调动频繁，似在密查。寿宴之事已与户部李庸有关。另外，国公府那位小小姐今称直入书房，与国公密谈片刻。有意思，看来朕这位顾爱卿不仅得了个福星，还顺便捞了块试毒石。李庸跳梁小丑，去把前几日番邦进贡的那株应该喜欢玲珑玉响球漂亮玩意儿，以朕的名义赏给镇国公府那位小福星。国公府已成铁桶，此时再动自寻嘎路。上峰有令，静观其变，断尾求生。断尾？我如何断？那些账目往来，顾北安一旦深查，我必嘎无疑。那是你的事，记住，若牵连过深。顾北将到。哇，淘淘喜欢，谢谢皇帝伯伯。此乃御赐之物，需小心保管。淘淘若喜欢，爹爹让人收好。你想看时再拿出来玩，可好？淘淘听话。不球球不会唱歌，爹爹晶莹剔透，一碰就响了玉球。顾庆，前日赏给你家那小丫头的玩意儿，可还喜欢？陛下厚赐，小女欣喜万分。只是年幼无知，臣已代为妥善保管，以免损毁御赐之物。哦，妥善保管。顾氏未免孩童玩具，她若喜欢，闹坏了再赏便是。朕看那孩子很有灵气。顾北征查得太紧了，我手下几条线已经被摸到，再不动手就全完了。那丫头，既然皇帝都注意到她了，若她出了事，顾北征必乱。届时，玲珑玉响球是个不错的机会，但只此一次，不论成否，你这条线都到此为止。淘淘就想看看听听唱歌，就看一眼。坏锁锁挡着淘淘，讨厌！打开。咦，变丑了，黑黑红红的，难看。虫子，走开走开！
这样好看。反应这么快，看来这还是小乔。变丑了，淘淘的，求求唱歌。爹爹，你怎么在淘淘房间里睡觉觉呀？地上凉凉。爹爹，淘淘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个给爹爹。淘淘就看看，他唱歌好听。昨夜你碰了盒子里的都没有哪里不舒服，或者看到什么奇怪的光，听到奇怪的声音？光光有呀，彩色的，好看。后来变黑了，还有红虫子爬爬丑。淘淘说丑，走开，他们就吓跑啦，又变好看了。哦，国师昨夜心血来潮起的那一卦所指的变数，似乎已经应验了。天机混沌，因果骤断，于子时3刻骤然消散，施术者恐已遭重创。而镇国公府上空昨夜有极淡的天卷青光一闪而逝，敌障污秽。看来朕这步贤棋倒是调出了些藏在泥里的东西，也试出了那小福星的成色。为什么没成功？为什么？那丫头应该重重罚款，顾北斋应该托付御上。小姐，快禀报国公爷，传府医！爷，小姐在花园突然晕厥，气息微弱，状似中毒中邪。淘淘在哪儿？府医呢？如何？回国公爷，小姐脉象鬼怪至极，似有一股阴寒邪力弹据心脉，非毒非病，银针药物皆无效用，老朽无能为力呀！玄清，白云观玄清道长，绑也要给本宫绑来。还有查，1个时辰内，我要知道李庸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淘淘，别睡，看看爹爹，你不是天道闺女吗？你想想办法，爹爹求你。是阴魂咒，以施咒者精血受元为引，隔空咒杀他人至亲，阴毒无比。国公爷，小姐并非生病，是被人以邪术暗算了。此咒不解，至多1个时辰。如何解？1. 找到施咒媒介，立刻毁去；2. 找到施咒者，杀之，咒自破；3. 或以远超此咒的至纯至正之力，强行冲刷净化。但此法调集所有暗卫，封锁城门，目标李庸，是活不论，找到他以及他身边所有可疑之物，立刻。这是气运自发护主，不，更像是在回应什么。虫子要淘淘讨厌，爹爹淘淘冷。顾北追，你来晚了，你女儿马上就要给我陪葬了。这同心藕与我性命相连，我死，她瞬间魂飞魄散。你敢动我吗？放下木偶，说出解法，我留你全尸。解法？没有解法，要么放我走，要么一起嘎。顾北镇，选啊！爹，淘淘，放他走，不，杀了他，淘淘会。你敢！最后一遍怎么解？毁掉木偶，咒力反噬，他立刻。带上他回府，快！
只剩不到半个时辰了。道长，莫偶在此，但悔之恐生反噬。你所说的至纯之力，是否可引陶陶自身气运，内外合击，净化此物？可行，但需桥梁，需至亲之血为引，搭建桥梁，将此物邪力短暂导入你身，由你承受部分冲击，同时激荡小姐自身气运反击。然你无需多言，该怎么做？需要我做什么？立刻割破你与小姐掌心，两掌相合，以血交融，将木偶置于你掌背，贫道施法为桥，导邪力过你身，激荡小姐灵台。血桥通，邪力转。爹爹，淘淘做梦了，梦里有大黑虫子咬淘淘，还咬爹爹，淘淘赶跑它了。淘淘最厉害了，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哽咽。虫子被淘淘赶跑了，没事了，爹爹在。爹爹，淘淘困，睡吧，爹爹在这儿守着淘淘。爹爹早。爹爹好吃，爹爹痒。国公爷，此物虽毁，但其上残留的咒力痕迹非同小可，绝非李庸一个凡俗官员所能掌握。你的意思是，他背后有人？是昨夜你感应到的那个被反噬的施术者？是也不是？贫道昨夜感应到的反噬被蒙后之人的范畴以外，但这隐隐指向却隐隐被抛出来，更有更隐蔽的棋子。不管是谁煽动淘淘，便是与本宫为敌。道长此时还需你多多费心，追查这咒术源头。另外，魂套受损严重，记忆混乱残缺。关于咒术来源和蒙后之人蒙混试探，同时反噬代价。也就是说，从他这里问不出什么了。嘿嘿，顾北江，你斗不过的。他们看中了你女儿，你护不住，永远。陛下，一块百断金刚未吐露有用线索，那位小小爷已无恙，镇国公似乎变了些，也才是最能让人放心的臣子。陛下，紫微地星之策，那西彩星光华虽微，然福祸相依，恐已引来暗处记忆。哼，介入了局便是棋子，朕想亲眼看看这颗小福星。给爹爹的礼物，谢谢爹爹打跑坏虫子。淘淘找爹爹有秘密啊！爹爹送给你，淘淘和爹爹，谢谢爹爹保护淘淘。画得很好，爹爹很喜欢，这是爹爹收到过最好的礼物。中，淘淘不会走路了。小姐乖，今日要进宫见皇帝伯伯，须得隆重些。长乐门至麟德殿，这2条回廊加派我们的人扮装宫女太监。御花园东南角的水榭视野最好，必须控制。记住，今日你们唯一的任务是确保小姐绝对安全，无论发生任何事，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爹爹，房子好大呀，比我们家大好多好多。淘淘，进去后紧紧跟着爹爹，不要乱跑，不要乱碰东西，尤其不要随便说话。别怕。镇国公携女觐见。这就是那个孩子，竟真带来了。看镇国公这护犊子的架势。皇帝伯伯，你的房子好漂亮呀，比淘淘的布球球漂亮多啦。谢谢皇帝伯伯，但是爹爹说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淘淘的爹爹带了淘淘的点心。顾卿教女有方，好，那便不吃。今日设宴，一是为顾卿压惊，二是见见我们的小福星。众卿不必拘束，开宴吧。这个是什么？那个是……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我大雍国祚昌隆，国泰民安。爹爹，那个老爷爷的胡子好像追风的尾巴呀，一甩一甩的，他会用胡子扫地吗？小哥哥好厉害，像大狗熊打架。我没说错呀，阿婆说的故事里，狗熊打架就是这样的。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有趣实在有趣。小淘淘，大家都表演了，你可有什么才艺给皇帝伯伯看看？淘淘会唱歌，阿婆教的歌。清早起来数一个油头什么花香，擦上胭脂什么下粉花，唱得好，这是歌，魔音贯耳啊！镇国公之女果然非同凡响。天上的星星参抖抖啊，地上的娃娃要下雨啦！呼风唤雨，不是言出法随，竟至如此地步。好一个要下雨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小淘淘一曲竟能引来甘霖，实乃祥瑞大祥瑞。永安郡主想亲王嫡女凤，可随时入宫伴驾。好一招阳谋，将他高高捧起，置于天下人眼前，也置于你的掌心。爹爹，你不高兴吗？皇帝伯伯给淘淘糖吃吗？淘淘，皇帝伯伯给的不是糖，是比金子还重的东西。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会被全天下记住。永安郡主，随时入宫伴驾。皇帝，你这是将他架在火上烤，也是将刀悬在了我顾家头顶。不下雨了，淘淘不唱了。爹爹不会再让任何人逼你唱你不喜欢的歌。好多人都跪着呀，爹爹也要跪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顾北疆之女顾淘淘，聪慧灵秀，祥瑞天成，特册封为永安嫡女凤，赐玉蝶金印，可随时入宫。钦此。谢主隆恩。这金印是护身符，也是催命符。既然要捧，就捧到最高。顾北疆，朕倒要看看你这把刀对着这无上荣宠还如何能挥得动。听说了吗？镇国公家那3岁的小姐被皇上亲封为郡主了。何止？昨夜灵德殿宴饮，他随口一句话，天上立马就下了瓢泼大雨，真乃神童，不是仙童下凡啊！刑位已定，因果纠缠愈深，是福是祸，犹未可知。郡主该学宫规了，今日须学叩拜问安，行走。爹爹，淘淘不想当郡主，郡主不好玩。淘淘不要别人敬着喂着，淘淘要爹爹抱，要荡秋千，要追风。爹爹知道，但这个身份是皇帝伯伯给的，就像一块很甜很甜的糖，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既然接下了，就不能随便丢掉，不然会惹皇帝伯伯不高兴，也会让很多坏人觉得我们可以被欺负。那淘淘把糖把个皇帝伯伯一点，分给大家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不学那么多规矩了？有些糖分不了，有些规矩也必须学。但爹爹答应你，只要爹爹在，就一定让淘淘在必须学的规矩之外，还是那个可以荡秋千，可以追着吹风跑，可以想笑就笑的淘淘，好吗？郡主真是生得可爱。这就是那个会招来下雨的郡主，看着好小。郡主，这个给你玩。淘淘的球球给你玩，你的圈圈淘淘不会。气运稳固，守卫森严。果然，上次的失败让他和顾北全都更加警惕了。不过，郡主这个身份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国公爷，陛下惦记郡主年幼，新学宫规或有不适，特让奴婢传口谕，3日后请郡主入宫。太后娘娘想见见这位乖巧可人的小郡主，也让她与宫中几位年幼的皇子公主做个玩伴，以免郡主在府中寂寞。臣遵旨，谢陛下太后隆恩。郡主，宫里有很多好玩的，也有很多像您一样大的小伙伴。太后娘娘最是慈祥，您一定会喜欢的。谢谢皇帝伯伯，谢谢太后娘娘。宫中龙气混杂，各方势力盘庚错节。太后近年来身居简单人物，此次突然召见，恐非仅仅喜爱孩童这般，倒必必开办。我知道，我会亲自陪同，暗卫会以各种身份混入宫中，但最关键的是淘淘自己。
嬷嬷，皇宫里真的有好多小伙伴吗？他们会和淘淘分享点心，一起玩球球吗？这个嬷嬷也说不好。好安静呀，比家里安静多了。国公爷、郡主，太后娘娘已在殿内后，请随奴才来。记住爹爹的话，多看多听，少说。爹爹就在你身边。哇，这就是慈宁宫吗？这就是慈宁宫。臣姑姑北疆，参见太后娘娘，娘娘千岁。女顾淘淘参见太后娘娘，娘娘千岁。来，让哀家看看。太后娘娘，快起来，快起来，到哀家跟前来，让哀家好好瞧瞧咱们的小福星永安郡主。眼神倒是清澈，去，这面相却有几分果子拿来。再把那对赤金嵌宝的绫罗项链取来，给郡主戴上。丫丫，你胡说！皇祖母，她污蔑孙儿，孙儿没有，她是个撒谎精。小五，注意仪态。淘淘是妹妹，童言无忌。况且伺候的人都是死的吗？还不带五皇子下去净手？德妃，她与太后并非一系，此刻出现是巧合还是？妾身见过镇国公，这便是永安郡主吧？真是玉雪可爱，招人喜欢。星儿，来，这是淘淘妹妹，你们年纪相仿，正好一起玩。淘淘妹妹好。郡主若喜欢，这个送你玩。星儿，带妹妹去那边的亭子玩一会儿，母妃和镇国公说几句话。母妃说你是有大福气的人，这个送给你。香香的，但是顾卿思虑周全，也罢，那就先收着。淘淘啊，在宫里可还习惯？有没有人陪你玩呀？淘淘刚来，宫里好大好安静。太后奶奶，您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害怕吗？晚上有没有大灰狼？哀家这里没有大灰狼，只有伺候的工人，一些不请自来的小虫子。还是淘淘怕虫子吗？另有所指。皇祖母，孙儿来给您请安了。这就是那个会招雨的乡下丫头，长得倒还行。镇国公，小五，不得无礼。这是你皇兄新封的永安郡主，比你小，是你的妹妹，过来见礼。你就是顾淘淘，听说你会招雨，表演一个给本皇子看看。淘淘不会表演，下雨是老天爷的事，而且爹爹说不能随便下雨，庄稼和走路的人会不高兴。你敢不听本皇子的话，我让你下雨你就得下，不然我就让人打你手心。小哥哥，你手上有味道，你刚才是不是玩了泥巴，还抓了蚯蚓，没有洗手？他怎么知道？镇国公息怒，这香囊是下头人准备的。星儿年幼无知，绝无害人之心，定是哪个该死的奴才做了手脚，妾身定当严查。查，自然要查，不过是在本宫的人和陛下的人共同监督之下查。淘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就是臭臭。现在不臭了，但是脏脏。此事，本宫会如实禀明陛下与太后。娘娘好自为之。后宫妇人竟也用上了这等阴私手段，这次是让人嗜睡尸体的香药，下次呢？这皇宫果然一步一杀机。淘淘，爹爹是不是错了？或许从一开始就不该让你踏入这是非之地。退，唯有向前，将一切危险扼杀在靠近他之前。重点查德妃近半年来接触过的所有宫外人，尤其是与医药香料有关的。宫内我们的人全部动起来，我要知道今天御花园偶遇到底有多人参与。是，背后还有谁？顾卿，此次之事委屈淘淘了，我爹体也让你费心了。陛下言重，雷霆雨露俱是君恩，陛下以秉公处置，臣并无异议。顾卿，你可知朕为何将淘淘的郡主封号定为永安？朕希望他永享安宁，也希望这朝廷、这天下能因他这份福气多得一些安宁。所以顾卿，有些线查到该停的地方就该惊蛰无虞。朝局需要平衡，后宫也需要安宁，你说是吗？
陛下圣明，臣谨记。臣所求从来不多，唯愿小女永安。若有人欲毁这安宁，便是掘地3尺，臣亦不会罢休。朕相信顾卿。这话既是承诺，更是警告。回府去吧。皇帝听懂了。一把好刀，可惜刀柄上嵌了颗碰不得的明珠。爹爹，你回来啦！宫里的事办完了吗？坏娘娘被骂了吗？办完了。坏娘娘被关起来了，暂时不能出来使坏了。淘淘真厉害，帮了爹爹大忙。他信了。穷途末路之人抓到一根稻草，岂有不信之理？天煞孤星之论本就暗合世间对过于异常之物的恐惧与排斥。此谣一出，如疫病蔓延，不需我等费力，自会有人替我们动摇其根基。皇帝那边，帝王之心深不可测，然此谣若与江山稳固相连，便由不得他不忌惮。陛下要的是一把听话的刀，而非一把可能反噬其主的凶刃。听说了吗？那位小郡主命格似乎有些特别。何止特别？我娘家嫂子在宫里有点失落，听说是天煞的命，专克身边至亲之人。要不怎么她一来，李氏郎党就倒了霉，德妃娘娘也输进去。哎，你们说会不会？难怪这个心情，还是别请那位小郡主了。天煞孤星可亲。顾淘淘，原来如此。音乐，一股更加阴冷恶毒，直指淘淘根本的谣言与阴谋，如同黑暗中滋生的毒蔓，已悄然埋下了种子。天煞孤星，可亲身边人。顾淘淘，你这个小灾星！镇国公顾北泽，你得了个宝贝，那是索命的阎王，靠近他的人都会倒霉，都会死。传出去，把这些话传出去，只要有人信，顾北丹。市井流言何足挂齿，臣未曾留意。朕也是不信的。什么天煞孤星、怪力乱神之说，淘淘天真可爱，乃我朝祥瑞。只是人言可畏，尤其是涉及至亲安危的言论，最容易动摇人心，也最是麻烦。陛下放心，臣既为淘淘之父，自当为他遮风挡雨。些许流言伤不了他分毫，也乱不了臣的心智。若有人想借此生事，臣的剑还未锈。国公爷，贫道昨夜不测气运，隐隐有切奏，放星出散播，将空门产生勾连。若发挥形成诅咒，前将坏英郡主身边边人的运势，甚至招来真正的灾厄。邪法诅咒，道长可能确定？何人如此大胆？看，有人在以皇宫为基，借助龙气与万民之口，编织一张针对郡主的谣言纣网。此网无形，却恶毒无比，施术者道行极高，且对宫徽、对郡主都极为了解。国公爷，此事绝非德妃之流能做到。国师，心里闷闷的，不舒服，好像有很多小虫子在咬。太阳公公生病了吗？花花草草也不高兴。音乐之说源于西南巫蛊，指阴年阴月阴日阴时所生之女子，命格至阴，一朝邪祟，亦为邪术所趁，可为绝佳之媒介或祭品。爷，查遍京城及周边所有记载，近30年内符合阴月生辰的女子共有7人，其中6人已查明去向，或早夭或并无异常，唯有1人记录模糊，只知其出生不久便被一游方道人带走，不知所踪。那个道人有何特征？带走女婴的时间与国师入京的时间可有重合？记录残缺，道人特征不详，但时间据推算，与国师约莫20余年前云游之京被陛下延请入宫的时间相去不远。难道那个被带走的音乐女婴与国师有关？国师，你的目标果然是淘淘，你想对他做什么？原来如此，音乐为引，天眷为心，他
他是想行偷天换日或夺柄转生的逆天邪法，将郡主的天道气运通过谣言纣王与音乐媒介转嫁到他想转嫁的人或物身上，或者以此冲击某种封印禁制。他敢！国公爷，此时切忌冲动。国师经营数十载，在宫中根基深厚，且道法诡异。我们必须找到那个音乐女子现在的下落，找到她施法的核心阵眼，方能破局。否则强行对撞，恐会立刻引发邪法反噬，直接伤及郡主。查，倾尽所有力量查那个音乐女子的下落，盯死慈宁宫和孤师的一举一动。玄清道长，请你全力推演，寻找纣王薄弱之处与可能的阵眼所在。在找到破局之法前，加强陶陶身边的防护，任何试图靠近他的可疑之人或物，格杀勿论。此处的契机与慈宁宫观星山相连，却又自成循环，隐晦不明。道长，这可能就是阵眼之一，十有八九。但此处守卫必是外松内紧，且有阵法遮掩，强闯必会打草惊蛇，触发纣王反噬郡主。当务之急是另一条线，找到那个音乐女子的下落。她是此局关键，也可能是破局之哨。动用所有埋在西南的暗桩，顺着20多年前游方道人带走女婴的线索，往西南巫蛊盛行之地追查，注意寻找与国师早年行迹或秦派传承相关的任何信息，活要见人，死要尸，或知其最终去向。宫内阵眼就拜托道长以术法手段，远距离细细感应，寻找其运转规律与最薄弱的时辰。我去探一探慈宁宫的底。臣听闻六公主暂居慈宁宫，不知可还习惯？上次花园之事，想必受了惊吓。有劳顾卿挂心，心儿在哀家这里很好，只是孩子家受了点惊，需要静养。说起来，永安郡主近日可好？哀家也甚是想念那孩子。承蒙太后惦记，陶陶尚好，只是近日京中有些无泥流言甚嚣尘上，竟牵扯到小女命格，臣心中甚是不安。不知太后可曾听闻？哀家身处深宫，一心向佛，倒不曾在意那些。不过世间事有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尤其是谨慎些，总是没错的。你说呢？太后无应之手，臣有权旨连修慎政，臣必将其视听。臣告退。天煞孤星，客亲无人要你。不是的，爹爹要淘淘。梦是假的，爹爹要淘淘，可是心里还是好难受。小姐不怕，小姐不怕，做梦了。嬷嬷在。念咒，吉凶，推朝发。找到了，3个阵眼，也是音乐气息最浓之处。在何处？具体位置？幽兰院，前朝失宠妃嫔的居所，已废弃近30年，但贫道以术法感应，此地地下有极强的阴晴能量汇聚，且与国师太后的气机有隐秘勾连。那音乐女子极有可能就被禁锢在此处地下，此处便是整个谣言纣王的阴之核心，也是汲取转化郡主气运的泵，就在皇帝和太后的眼皮底下。国师，你渊览靠近西华门，但远离主要宫道，仅因内库荒废区，表面无人看守，实则是绝佳的有国师亲自布置的禁忌。万万不可！那此法依靠印毒射杀朝联，不可能你会立刻暴露陷入险境，更会瞬间刺激纣王，对郡主的反噬将不堪设想。那该如何？难道眼睁睁看着陶陶被这纣王一日日侵蚀，等到月圆之夜，阴气最盛之时，让他们完成邪法吗？配合了的可行法，但难风险大型，制作移取转化郡主气运的关键瞬间，将其短暂误导向假人，这能为我们争取到极短的阵法运作停滞紊乱的空隙。好难受，爹爹，爹爹有危险！爹爹，小姐，你怎么了？做噩梦了？快回来，仔细着凉。嬷嬷，爹爹他疼，淘淘心里疼，爹爹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有坏人在打爹爹？不会的，小姐，国公爷武功高强，不会有事的。您这是太想爹爹了。就是现在，乾坤借法，李代韬皇，气息为引，祸乱阴阳。在此空隙内，纣王对郡主的直接锁定和反噬会降到最低，同时阵法自身会输入异常而短暂暴露核心脉络与防护弱点，
届时国公爷你需以最快速度直扑幽兰院地下核心，而贫道会在外围以毕生修为强行冲击，扰乱另外2处阵眼，为你分担压力，并尝试从外部削弱阵法。但这空隙极短，可能只有10息，你必须在这10息内找到并摧毁或控制住音乐核心，或至少切断其与纣王与国师的联系，否则阵法恢复，纣王反噬与国师的反击将接踵而至，你我与郡主皆危矣。10息足够了。何时是施法最佳时机？3日后子时3刻，越过中天，阴气由盛转衰的刹那，是纣王运转试图袭取的固定周期，也是其防御相松懈、追求效率之时。动手！3日淘淘，再等爹爹3日，这一次爹爹一定把那些藏在暗处的虫子全都揪出来，踩得粉碎。镇国公顾北央纵女骄横，身带不祥，引动朝野流言，有损国本，为江山社稷算。臣请陛下暂令永安郡主离京静修，以安民心。来了，谣言果然烧到朝堂上来了。是风文文奏事是其本职，然不祥之说怪力乱神，朕不信。不过流言汹汹，却也扰攘京师。顾卿，你是国之柱石，亦是陶陶之父，子嗣教养亦是臣子本分。近日便让陶陶在府中静心修养，少些外出吧。待流言平息，再论其他。臣遵旨，谢陛下体恤。爹爹，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去找追风玩呀？很快，等爹爹处理完一些事情，就带陶陶去骑马，去放风筝，去看所有陶陶想看的地方。陶陶，相信爹爹吗？信，淘淘最相信爹爹了。有劳道长了。无量天尊，今夜贫道与国公并肩一战。万色俱寂。爹爹。就是那里，10息。给我破！不好，他有意识，是陷阱！黑眼睛，坏东西！这是血脉共鸣，天道加持，郡主在主动呼唤。淘淘，是淘淘在帮爹爹。怎么可能？阵法被毁了，那小丫头，她怎么可能有如此力量？爹爹，没事了。西边幽兰院，国师顾北战，你果然还是动手了。看来是朕的国师输了这一局。传朕口谕，西边有些不安宁，让侍卫统领加派人手巡视，但不必过于深入，尤其是废弃宫院区域，以免惊扰贵人。另外，天明后宣镇国公入宫觐见。领旨。道长，大恩不言谢。客气了，是郡主吉人天相，亦是国公爷父女连心，破了此局，郡主方才力竭昏睡，已无大碍，只是需要静养。
爹爹，淘淘，爹爹回来了，谢谢你，我的小福星，我的小勇士。好一个天道亲闺女，好一个顾北疆是老刀小破，种子已灭下一个。西边废宫疑似有野猫惊扰，已加强巡视。皇帝怕是要重新掂量了，这棋局越来越有意思了。嬷嬷，爹爹呢？国公爷在书房。我要去找爹爹。唉，爹爹在真好。这该如何叫醒？以前都是嬷嬷。淘淘，辰时了，该起了。冷。哎呀！此处有顽敌固守。好像歪歪的小鸟尾巴。嬷嬷又干了。给爹爹最好看的猪猪。爹爹，饿了吗？淘淘给你做了点心，放了糖，还有猪猪，可甜可好看啦。造型别致，心意难得，爹爹稍后品尝。属下告退。这是芍药，这是牡丹，这是月姬。香香的，像嬷嬷洗完衣服的味道。爹爹，这个鱼好吃吗？红烧还是清蒸？此乃观赏之用。爹爹，它们飞那么高，会不会掉下来？要是掉下来摔疼了，他们的爹爹娘亲会不会心疼呀？会，所以他们会好好飞，他们的爹爹娘亲也会教他们。爹爹梳的最好看，比嬷嬷梳的，有精神。爹爹好厉害，像大猫猫伸懒腰，又像池塘里的大白鹅扑翅膀。此乃拳法，可强身健体，御敌防身，非是猫鹅之举。淘淘懂了，是能打跑坏人的厉害的猫猫拳和鹅鹅拳。爹爹，淘淘也会写字啦，盖章。想学，爹爹教你。不过盖章需用印，笔墨在此。看，菜狗狗。淘淘导是菜团团怪物。淘淘吃完啦，怪物被打败啦。淘淘将军厉害。淘淘乃是盖姓啊。从前有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要吃掉小绵羊。大灰狼埋伏在草丛，观察小绵羊的巡逻路线和防卫弱点。但小绵羊的哨兵非常警觉，提前发现了敌情。于是小绵羊们没有慌乱，他们迅速集结，布下口袋阵，用犄角和后蹄作为武器，并由最强壮的头羊带领，主动向大灰狼的侧翼发起佯攻，吸引其注意力。爹爹，下次坏人来，我们也排队，用头撞他们，像小羊羊一样。好，听淘淘的。顾北疆看着女儿被军士，今日淘淘大夫要给爹爹号脉看诊，病号躺下。脉象，怕是只能摸到为爹强健的心跳和一丝荒谬的暖意。哎呀呀，爹爹脉象浮浮沉沉，跳跳蹦蹦，像是
像是肚子里有只不听话的小兔子在跑步。病号不许笑，要听大夫的话。接下来要看舌苔呀，舌苔红红的，爹爹上火了，要吃药药。这仙丹的成色颇为驳杂，有石英，有茱萸，还有西域琉璃。爹爹，快吃下淘淘的去火神仙丹，一口吞，不许嚼。味道甚是奇特，有土腥，有涩味，还有童趣。爹爹，我感觉跑了吗？嘴里甜不甜？火气顿消，神清气爽。淘淘大夫药到病除。镇国公日理万机，永安郡主已不甘落后，开启了他的第一次辅政实践。爹爹，淘淘也要红笔笔。用这个，朱砂贵重，且不易清洗，点到为止。爹爹，准了，淘淘盖过章了。于是，从这一天起，部分发往各地的敌报上，偶尔会多出一个神秘的、充满童趣的红色印记，一度被地方官员猜测为某种新的加密符箓。爹爹，没有会发光的石头，也没有藏着秘密的小虫子。上来，视野高度是侦查第一要素。高高，爹爹是淘淘的大马，姐姐。爹爹看，那朵花上有蝴蝶，那边有鸟窝。咦，假山后面好像有东西亮亮的。好。过去看看，找到了亮晶晶的宝贝。一次成功的高空侦察任务，收获稀世珍宝碎瓷片1枚。指挥官与坐骑均表示满意。荷花酥好看，牛油糕好吃，都想吃，可是肚肚只有一个。爹爹，你吃。很甜。爹爹吃了淘淘的糕糕，淘淘帮爹爹尝尝荷花酥甜不甜？慢点吃，都是你的。一半块牛乳荷花酥，还落个孝顺爹爹的名头。这小丫头无师自通，颇有乃父讨价还价之风。闷的你，淘淘要作诗。哦，淘淘要做何诗？天上有太阳，地上有爹爹，爹爹陪淘淘，淘淘笑哈哈。顾北北已经完全是没能作画，或者是朴实无华，直抒胸臆，倒也扣题。这评测对撞暂且不论，意境倒是开阔，只是最后一句的笑哈哈，是否稍欠文雅罢了，同情最亏。爹爹，淘淘的诗好不好？爹爹藏到哪里去了呀？潜行隐匿乃赤 C 基本功，对付3岁追兵，需有非常之法。爹爹，你怎么上去的？你会飞吗？此乃轻身提纵之术，并非飞行。想学吗？想学，淘淘要学飞飞，爹爹教淘淘。沐浴不仅是为了清洁，更是重要的泡泡科研时间。给爹爹也戴个泡泡帽子。偷袭成功，目标被泡泡爆头。爹爹饶命！泡泡是送给爹爹的帽子，可好看啦！调皮。当白日的喧嚣散去，星空下是属于父女俩的宁静时光。爹爹，那颗最亮的星星叫什么呀？那叫长庚星，又称启明星。天黑时它最先亮起，天快亮时它也最后消失。那淘淘也要当爹爹的长庚星，天黑的时候淘淘陪着爹爹，天快亮的时候，淘淘。好，爹爹也会永远做淘淘的启明星。话说那一日，镇国公府练武场上，一场严肃的拜师学业即将展开。小郡主淘淘立志要成为像爹爹一样威风凛凛的大侠。不必如此，习武强身，非是拜师。要的，戏文里都这么演，徒弟要给师傅磕头，还要送拜师礼。爹爹，不，师傅，这是淘淘在花园捡到的最圆最好看的石头，送给师傅当拜师礼，请师傅教淘淘绝世武功。礼为师收了，从今日起，为师便传你，强身健体之法。一颗价值连城的鹅卵石就此奠定了师徒名分。镇国公的藏品清单上，或许该……师傅，马步是不是学怎么变成一匹不会动的小马，然后敌人来了就用头顶它？马步是为了让你下盘稳固，如生根大地，不易被人推倒。至于对敌，
日后再说。先保持此姿势，心中默数20息。看，力从地起，经腰过肩，达于拳面。嘿咻嘿咻，打拳没意思，看淘淘的厉害！猫猫拳，喵，挠你，怕不怕？师傅，这招无敌喵喵爪怎么样？是不是比刚才的拳厉害？动作迅捷，出其不意，可做扰敌之扎实。然根基仍西门选萧丘，论模仿动物在实战中的心理威慑作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传说中的轻功教学即将开始。看好了，身如轻燕，好俊的功夫，踏雪无痕，不外实事。师傅好厉害，飞起来了！淘淘也要飞上去。提气，习武亦需练气，静心凝神，感受气息在体内流转。气息在哪里呀？是早上吃的糕糕在肚子里转吗？显然，小郡主感受到的气是周公发来的邀请函。气息转呀转。也罢，能安然入睡，气息自然和顺，这练气也算成了。弹药发射，能否命中？哎呀，未击中目标，目标似乎拥有神秘的背后感知能力。淘淘，你在做什么？师傅，淘淘的无敌喵喵爪和飞飞神功好像没有力气，是不是因为淘淘还没有内力呀？内力需常年累月修炼，不过为师或可先传你一丝真气，助你感受。真的吗？怎么传？是要头顶着头吗？还是手心对手心？感觉如何？可有暖流？感觉到了，暖暖的从手心一直传到心里。淘淘现在充满了力量，这就是内力传输的奇迹。当然也有可能那暖暖的感觉，名字叫做父爱。等淘淘神功大成，要先打败花园里最凶的大公鸡，然后保护厨房的胖阿婶不被老鼠吓到，还要帮爹爹打坏人。志向可嘉，然则行侠仗义，亦需明辨是非，量力而行，不可恃强凌弱。师傅，那我们算不算江湖中人啦？要不要起个威风的外号，比如无敌喵喵侠和冷面神剑师傅？外号之事不急，尚可。待你功夫再精进些，总比女儿那个喵喵侠曾做要像样些。也许最好的武功，不是飞檐走壁，也不是力拔千溪，而是能让所爱之人安心吃饭，开心做梦。师傅，第一天的武功学完了吗？淘淘考核及格了吗？自然及格。今日习得蘑菇桩以稳下奔，喵喵爪以获敌目，燕子飞以扩视野，静心诀以养精神，更兼飞石术音准头头，最后还有真气打底，一日之功抵旁人100日。淘淘乃是习武的奇才。嘻嘻，淘淘是奇才，师傅说的。睡吧，明日为师再教你新招式。江湖路远，有父为伴，一招一式皆是戏，一点一滴总是情。这大概就是属于他们的最好的武功。清晨，当镇国公外出巡猎，勇敢的小探险家淘淘将目光投向了父亲神秘的藏宝箱，传说里面埋藏着无数传奇。哇，爹爹的旧玩具！咻咻，听，这是征服者的鞭响，虽然可能只征服了空气和地板，看来他找到了今日最佳玩具。小鞭子，站起来，成功了！在驯兽师桃猫的英明指挥和一点点帮助下，小鞭子成功驱赶了顽固的笔挺兽，真是了不起的团队合作！去，把那个笔挺赶过来！好棒，小鞭子真厉害！看，真正的大家长悄然回归，他正在欣赏自家幼崽充满想象力的晨间锻炼。小鞭子，你累了吧？淘淘也累了，我们休息一下，等爹爹回来，让爹爹教你更厉害的，比如把桌子举起来。爹爹，你看，淘淘找到一根会听话的绳子。比风快，也比淘淘快许多。他如今就在马厩里，年纪大了，但依然神俊。你若想学骑马，日后爹爹教你，也给你准备一根小小的合适的马鞭。那这个呢？
这个亮亮的小刀刀也是爹爹打坏人的吗？此乃故人所赠，虽未上过战场，饮过滴血，如今拥有了温度，他该休息了。练武场边，一位特殊的见习教官正在认真考察。慢了，沙场之上瞬息万变，岂容迟疑。是。对，太慢了，要像小兔子一样嗖一下，不然就被大灰狼抓到了。陶陶教官一针见血的点评，用最铜筋的比喻揭示了武学治理快，全场为之憋出内伤。第一笔，他成功的为爹爹的剑眉增添了一抹不羁的飘逸。脸上何物？陶陶这般神色。爹爹，淘淘把你变得好看吗？像不像唱戏的漂亮神仙？别具一格，为父甚喜。镇国公的定力在此刻达到了巅峰。爹爹喜欢就好，淘淘下次还给爹爹画老虎，画小花。下次再说。来人，打水净面。爹爹，那个嗡嗡响的穿着毛毛衣服的小虫虫在干嘛呀？此乃蜜蜂在采蜜，它们穿梭花间，取花蜜以酿蜜，挹注花朵授粉，繁衍结果。那他们把蜜藏在哪里呀？他们的家是不是都是甜甜的？蜂巢之中，蜂巢由蜂蜡所筑，内有6角蜂房，用于储蜜育幼。哦，淘淘明白了，他们就像会飞的小厨娘，穿着毛毛衣服，提着好多小篮子，在花花饭店里买菜，然后回家做好吃的甜饭，还要照顾好多蜜蜂宝宝，对不对，爹爹？北疆被女儿这套厨房家政蜜蜂论说的一愣，仔细想想，竟然诡异的贴切。对，淘淘形容的极是，他们是最勤快的小厨娘。爹爹辛苦啦，吃菜菜。看，这就是父爱的力量，面无表情，吞咽苦难，字面意思。淘淘，自己碗里的也需吃完，不可偏食，先吃苦，后吃肉，乖。一场关于苦瓜的攻防战落下帷幕，爹爹的软肉是女儿，但原则的底线不容触碰，这就是甜蜜又艰苦的育儿日常。爹爹，不讲大灰狼了，讲爹爹自己的故事，讲爹爹怎么用那把小刀刀打坏人的。好。那便讲一个黑衣将军孤身探敌营，月下匕首智取布防图的故事。镇国公独家定制少儿适宜改编版《我的征战岁月》开讲。爹爹好厉害，比戏文里的所有大将军都厉害。淘淘长大了也要像爹爹一样，当个厉害的黑衣将军，用亮亮的小刀刀保护爹爹。好，爹爹，明日是我还有军务要处理，一夜好梦，明日依旧兵荒马乱，却温暖如春。起卦，落叶为签，让我们看看天意如何。爹爹，今日卦象显示东南方有小人，午时会打雷，未时厨房的糕糕会特别甜，还有爹爹的袍子会被水弄湿一点点。将军，不好了！袍子是将军，这占卜颇有几分街头算命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有兼顾生活气息的风范。为父记下了，会小心东南小人，备好雨具，期待甜糕，并护好衣袍。跟随淘淘天师的脚步，我们深入东南兄弟，搜寻小人的踪迹。淘淘预言精准，是为父想当然了。未时到，检验甜糕预言的时刻，空气中已经弥漫着特别甜的预感。好甜，比昨天的甜。果然特别甜。瞧，预言家的最高境界，让所有人都相信并享受到预言实现的福利，哪怕这福利可能只是心情。还剩最后一个预言，爹爹的袍子怎么还干干的？淘淘的预言不灵了吗？最后的考验来了，
是预言滑铁桃，还是神迹再现？让我们拭目以待。郑国公表示，他稳坐钓鱼台，看小神棍如何做法。爹爹看，好大的水珠珠！命中了，预言完美实现，被水弄湿一点点，位置、程度精准的令人发指。青蛙，你是桃猫天师请来的托吗？应验了，全都应验了！桃桃是神算，是老天爷的亲闺女。桃桃，今日诸事或许只是巧合，蚂蚁日日劳作，雷雨夏日常有，糕点甜咸在人，水见衣袍亦是偶然。世间之事多有其理，并非尽是预言。可是爹爹，如果一件事是巧合，2件事是运气，那3件、4件事全都对上了呀！蚂蚁打雷，高高水水4件。桃猫观察细致，能见人所未见，此乃长处。然则预言之说致命一击，不管是不是巧合，反正桃猫今天好开心。爹爹陪桃猫找小人，陪桃猫看打雷，陪桃猫吃甜甜，还陪桃被水弄湿跑。什么科学神学，在和爹爹在一起或是终极预言面前都不堪一击。郑国公的科普计划宣告全面失败，并收获了会心一击。爹爹，看，小人，好多，他们在偷我们的高高。看，此小人身形虽小，却担当重任，步履稳健，乃运粮官。其行虽怯，不过为族群生存。世间万物各有其道。他们不是坏小人，原来是友军在进行后勤演习。桃猫天师的第一次捉妖以和平收场，并成功拓展了军事语为量。爹爹，要打雷了。或许不会。来了，他真的来了。50惊雷，分秒不差。桃猫天师的预言在命中。蚂蚁可说是观察，这雷雨时辰，莫非智儿真有些非常感应？爹爹，桃桃没说要下雨啊，桃桃只说打雷，打雷不一定下雨的，对吧？国公爷，贫道连日观测，并动用了一些方外关系查探。国师自上次阵法反噬后异常安静，但西南传来消息，约莫半月前，有一行形迹可疑、似与巫蛊有关的人秘密入了京，之后便如泥牛入海，消失无踪。巫蛊可能确认与国师有关，线索太少，无法确认，但时机太过巧合。且贫道近日为郡主日常起居之物加持平安咒时，隐约感到一丝极淡的极隐晦之意，愧非侦探郡主本身，倒像是在观察郡主周身气运的细微流动规律，尤其是与他亲近之人的气运交织。观察气运流动，亲近之人，这比直接针对桃毛更阴的预言。心头梦闪一种关于神般窥探气运，日产发之时，还是在测试什么？淘淘自己无意的感应。你今天在嬷嬷那里吃了什么？玩了什么？但细心的人会发现，郑国公的注意力比以往更加集中的锁在女儿上。像最警惕的鹰，淘淘没察觉爹爹的细微变化，还在细心讲述了晚膳前嬷嬷给他讲的新故事，关于一只会帮老婆婆捡柴火的小狐狸。他讲的手舞足蹈。爹爹，你身上有香香的味道，和平时不一样，是换了熏香吗？今日蚊虫多，换了种驱虫的香。桃毛鼻子真灵。风雨欲来，须得织就更密的网。郡主的气运绝不可再成为他人觊觎的猎物。无论是什么，无论来自何方，爹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你分毫，哪怕要掀翻这皇城，踏破那幽冥。这是何物？人手马身，人剑合一。本宫在女儿梦中，究竟是何等形象？看此等玩偶神剑定价几何？又打算卖给何人？埋头卖吧。卖给怕黑的小朋友呀，抱着战马爹爹睡觉就不怕大灰狼啦。神剑爹爹可以卖给那些被大公鸡追的小朋友，拔出来吓泡大公鸡，还可以卖给那些不听话被娘亲骂哭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对着盾牌爹爹哭，盾牌爹爹会保护他们。然则
制作此等玩偶神剑，需工匠、材料，所费不难，且为父的相貌恐不易模仿。不怕，我们可以先做简单的，用布缝，淘淘会帮忙塞棉花，样子嘛，大概像爹爹就行了。实在不像，就在上面写“爹爹”2个字。此事需从长计议，先用了早膳与仓储问题，可好？郑国公的战术应变能力，在对付3岁总裁时得到了充分锻炼。欢迎来到淘猫泡泡实验室。今天的研究课题是论多种添加剂对气泡界面张力与光学干涉现象的协同影响，简称怎么吹出最大最漂亮的泡泡。哎呀，这个配方泡泡太大，容易撞晕，我们换一个。看资深战场生存官家给出的泡泡韧性建议：需严谨，科研需严谨，亦需整洁。下次可施加少许糖，或可增其韧性。这大概是对科学最硬核的支持了。爹爹，这个姐姐为什么穿这么少？她不冷吗？是不是她的爹爹不给她买新衣服呀？此乃异域风俗，与中原不同，彼处炎热，故衣着清凉，与其父无关。哦，那爹爹，这个好看的姨姨是你的朋友吗？她给你做过糕糕吃吗？非是友人，亦未尝其高。桃猫，此书颇多谬误，不如换一本看。嗅觉敏锐的桃猫侦探再次捕获到了异常气味，这次不仅仅是香料。爹爹，你受伤了，是不是昨天被小人咬的，还是被大雷劈到了？疼不疼？淘淘给你吹吹。无妨，只是昨日不慎被花园新一摘的刺梅划了一下，皮外伤，已上过药了，不疼。这一刻，沈曼看眼变得微不足道。原来无所不能的爹爹，最大的弱点和最强的治愈，都是怀里这个叫小小的人儿。等等，郡主，这药膳有方子。生死攸关的时刻，郑国公面不改色地喝下了女儿特制的神秘混合液体，是美味的救赎，还是黑暗料理的暴击？味道十分具有层次感，前调是当归黄芪的厚重，中调是蜜饯的齁甜，后调馥蔼如山，口感也如山体滑坡般复杂。汤甚好，药力温和，且回味甘甜。桃猫的疗法颇有奇效。爹爹喜欢就好。今天淘淘还给你做，加2颗蜜饯。有2户佃户因为田冈边界几寸宽的鬼鼠吵了起来，互不相让。小佳，你这个爱儿，你可小好的是要奔他吗？爹爹，这好办呀，让他们比赛种南瓜，就在那块有争议的田埂上，一家种一边，看谁种的南瓜又大又圆。等到南瓜熟了，谁的大，那块地就暂时归谁管，但种出来的大南瓜要分一半给对方，这样他们就不会吵架了，还会一起努力种大南瓜啦。顾北江和管事都听得愣住了，这办法幼稚天真，毫无律法依据，但不知为何听起来竟有一种诡异的化干戈为云薄的和谐感。郡主的法子，此事就做参切才行。爹爹，连好开心、桃猫或可都能像是念陪桃猫做的汤，桃猫想办法就好了。爹爹会尽力。不是尽力，是拉钩。爹爹答应桃猫，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有多少小人或者坏东西，爹爹都要好好的陪淘淘过很多很多个像今天一样的日子。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好，拉钩。100年不，一个孩子的愿望简单到只是重复平凡的快乐，一个父亲的承诺却沉重到需要对抗整个世界的不测。但无论如何，拉过钩了，100年不许变。为了这个，他愿与一切为敌。清晨，在郑国公府花园的偏僻角落，一个新兴的微型王国悄然建立。女王陶陶一世正在对她且毫不知情的子民们发表登基演说。从今天起，这里就是陶陶的快乐动物王国啦！本女王宣布，第1条规矩，所有的小鸟不许在睡觉的大猫猫头上拉粑粑。第2条规矩，所有的大猫猫不许追着尾巴尖尖跑晕。
猫猫丞相，你要帮本女王管好小鸟们哦。本女王封你当抓老鼠大将军。抓老鼠大将军，官职与职责倒是匹配，只是这位丞相似乎颇有代政之嫌。爹爹，你快来！桃猫现在是桃猫女王啦，这是猫猫丞相，那是小鸟百姓。爹爹，你来当太上皇好不好？就是比女王还大的官。可，然太上皇通常不理俗务，女王若有难决之事，可来自问。太上皇，猫猫丞相不听本女王的话，还对本女王甩尾巴，本女王能不能罚他？罚他今天没有小鱼干吃。丞相代政，罚封亦可，然需查明缘由。或许丞相年老体衰，或心中另有郁结，不若先派再行定夺。原来猫猫丞相是生病了呀，那本女王不罚他了，还要让御医给他看看，赏他双倍小鱼干补身子。女王仁德。现在播报桃猫王国早间新闻：女王陛下亲临御膳房。这个是炸酥肉的百姓吗？他叫什么名字？生前是胖胖的还是瘦瘦的？此乃豚肉，生前或胖或瘦，皆是为民牺牲。女王既体察民情，当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需心怀感恩，不浪费分毫。那本女王命令你们要把这位豚肉百姓做得特别好吃，不能辜负他的牺牲。现在本女王可以体察一下成了民食了吗？不过经过一番感恩教育，这酥肉吃起来想必更添一份庄严的滋味，并不。突发，东宫墙发生坍塌事故，疑似因施工标准不达标，沙子太干导致。女王陛下情绪出现变动。沙筑之城，根基须稳，需少量加水，层层夯实。还是歪，但确实结实了不少。太上皇好厉害，这是夯夯神功吗？然后呢？可称之为杀鸡稳固术。继续，女王陛下。于是沙坑里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威名赫赫的镇国公挽着袖子，耐心地指导3岁女王如何科学地玩沙子。阳光洒在两人身上，温馨有些滑稽。蟋蟀将军，你以后就是我的大将军了，要保护好我哦。太上皇，你看这个金嗓子将军叫得又响又亮，本女王想封他当报时大将军，每天早上叫大家起床，比大公鸡还准。叫声洪亮，中气十足，可谓将才。然此虫习性昼伏夜出，夜晚鸣叫更甚，认为报时将军恐扰女王与臣民清梦。晚上叫，那不是和打更的老爷爷抢活干？不行不行，那封他当夜晚巡逻大将军，让他晚上替猫猫丞相巡逻，发现有坏老鼠就叫，吓跑他们。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女王明断。如此，可命夜晚巡逻大将军即日上任，归猫猫丞相节制。大将军，你听到啦，好好干活哦。太上皇，本女王要演练皇家军队，请您检阅。嘿哈，看本女王的无敌喵喵旋风剑！咻，百发百惊讨胆神功！一场惊心动魄的个人军事演习落下帷幕，观众席已有人因承受不住这强大的武力威慑而溃退。招式勇猛，气势如虹，然剑招过于随性，易漏破绽，攻术瞄准下盘需更稳。日后需勤加练习蘑菇桩与夯夯神功，以固根基。注意注意！王国边境发现不明田味资源，临近的蚂蚁部落已派出先遣侦察队。太上皇，不好啦，有敌国军队入侵，好多小人兵要来抢我们的糖啦！乃正常贸易行为，他们以劳力搬运货物，并未主动攻击。女王可下令开放边境，准许通商，亦可派猫猫丞相就近监视，以防生乱。那好吧，本女王准许你们通商，但是要好好排队，不许打架哦。这块糖就当送给你们的见面礼啦。开边通商，怀我远矣。这治国手段倒颇有古人君之风，只是这国书内容未免太过儿戏了些罢了。他开心就好。坐。唐善好，请用膳。谢女王赐膳。看，女王陛下努力维持着餐桌礼仪，虽然效果略显生硬，太上皇则默默履行着夹菜官的职责。一顿国宴，吃得既庄重又有点搞笑。明日若女王想起，自可上朝；若想偷闲，太上皇亦可代政一日。太上皇，明天我们还一起玩王国游戏，拉过钩的。国公爷，这位是贫道在西南的故交，姓石，精通风水地脉，尤善探查阴邪之气与地脉异动。关于之前那批入京的巫蛊之徒，他有要事禀报。
国公爷，草民实不语。月前追踪一伙行迹诡秘的阳谷人至滇南一处古废矿，发现他们在以邪法催动地脉阴气，炼制一种极为歹毒的地阴蛊。此蛊无形，可依附地气水脉缓慢移动，专损人气运根基，尤其对身具清灵之气或与地脉有隐气者，危害尤甚。地阴蛊与京城有何关联？草民在那伙人废弃的营地找到此物，上有京城某处度标暗刻，他们极可能已将此蛊的引子埋在了京城地脉的某个节点，此物便是寻找和破除的关键。这个叔叔拿着脏饼饼也不洗手。这勘探工作倒是同步开展的挺及时，只是方向似乎有些偏差。根据这暗刻，需尽快排查。地阴蛊发作缓慢隐蔽，初期只令人运道低迷，体弱多病，不易察觉。待其根深蒂固，与宿主气运完全交战，再想拔除，难如登天，且会反噬施救者。从此处开始，施先生，有劳你与玄清道长一同秘密探查这几处地点，需要什么人手器物，尽管开口。爹爹，你看桃猫挖到的面条虫，它会扭秧歌。见笑，是小女。看，严肃的反蛊作战会议被一名手持生化武器的地表侦察兵强行中断。会议主席顾北商表示心很累。爹爹看，他跳舞跳得可好看啦，比花园里的蝴蝶还会扭。舞姿独特。桃猫，这位是石叔叔，是爹爹的客人。石叔叔，你要不要看面条虫跳舞？它比你的脏饼饼好玩多啦。这地阴蛊没见到，先见到了地表蛊。镇国公家的见面礼都如此。前院再次传来通报声。顾大人，宫里来人了。玄清，奴婢给镇国公请安，陛下口谕，宣镇国公即刻入宫觐见，有要事相商。哟，永安郡主也在，真是浴血可爱。爹爹，这个伯伯笑起来好像年画上那个不会动的娃娃，假假的。臣领旨，请公公稍后，容本宫更衣。桃猫，去找嬷嬷玩，爹爹要进宫。坏年画娃娃，不许欺负爹爹！看桃猫的无敌喵喵旋风剑，保护爹爹！稚子赤心，最为动人。郡主虽不知内情，却自有灵觉。道长爷爷，爹爹被年画娃娃叫走了，会不会有危险？桃猫的剑法能打跑他吗？顾青，听闻府上近日有方外之人拜访，可是为了桃猫前些时日的不适？陛下明察，乃是玄清道长的一位故童，云游至京，顺道拜访。小女近日已无大碍，劳陛下挂心。无恙便好。桃猫是我朝祥瑞，他的安康关乎国运。只是顾青，有些事追查过深，恐会搅动暗流，反伤自身。水至清则无鱼，这个道理你比朕更懂。陛下教诲，臣谨记。然暗流若欲吞噬明珠，臣即便交动乾坤，亦要将其扼杀。此非为臣一人之私，亦为陛下所言之国运。罢了罢了，今日叫你来是有一事。西南边境近来有些变动，朕想听听你的见。根据臧炳炳的指引，玄清道长与15羽地质专家找到了疑似地阴谷引子的埋藏点，一口阴森的古井，气氛开始紧张。小姐，你慢点儿！道长爷爷，石头叔叔，你们也要挖宝藏吗？桃猫有铲子，桃猫帮你们。郡主不可，此地可能有不好的虫子，郡主金枝玉叶，不宜靠近。虫子是像面条虫那样会跳舞的虫子吗？桃猫不怕，桃猫有无敌喵喵喵旋风剑。坏虫子不许出来，不然桃猫让面条虫大军来咬你们。危险的小祖宗终于被带走，两位专业人士可以继续他们的高危作业了。虽然心情莫名轻松了一点点。开了，阴气泄露，宝藏要现世了。究竟是可怕的蛊引，还是……桃猫，你的面条虫大军和喵喵剑，或许比任何道法兵法都更能抵挡这些阴司魍魉，因为你的世界里只有阳光和快乐。看，另一块脏冰冰的主人也在等待，阴谋的网似乎正在收紧，但谁才是网中的猎物呢？
地阴谷引子当沉至阴府，如此活跃，难道有东西出来了？难道是蛊虫成精？淘淘，在做什么？桃猫在帮面条虫叔叔们修地铁，石头叔叔地下有地脉，这就是虫子们的高速路。桃猫要把路修得宽宽杆的，让所有面条虫都能坐石头地嘴里啦。这理论虽然虫子高嘴，但逻辑竟莫名自洽。石先生若听闻，不知作何感想？铺铁轨，爹爹，你要不要投资桃猫的面条虫地铁？等修好了，我们可以坐虫子特快去看太后奶奶，比马车快多啦。投资人表示，现在断开这个项目下有点硌牙。清晨，石不语先生仍沉浸在昨晚的心理阴影中，那滑腻、扭动、带着井底气息的触感，仿佛烙印在了灵魂深处。石头叔叔，嬷嬷说你不舒服，是不是因为面条虫弟弟不乖，跑到你嘴里玩捉迷藏啦？你别生气，他肯定是故意的，请你吃糕糕，甜甜吃了就不想吐啦。这糕形态为何如此应景？郡主，您这慰问是精准打击还是无心插柳？多谢郡主，糕甚好。哦，还有其他几个地方。此处前朝宁香阁旧址，如今是内务府一处废弃染料库。地下曾有水脉，且染料残留物多阴湿之气，极适合作祟。爹爹，桃猫知道，坏蛋虫虫喜欢躲在有颜色又潮潮的地方，就像桃猫上次把红颜票打翻在嬷嬷的裙子上，潮潮的，后来那里就长出了绿色的毛毛。坏蛋虫虫肯定也喜欢在彩色毛毛里做窝。桃猫观察细致，此事爹爹与道长、石叔叔会详查。你先旁听，若有高见，可再补充。天灵灵，地灵灵，面条虫大军听我令，左边来，右边去，把坏蛋虫虫都赶出去。嘿，哈，坏虫虫，看见，让你躲，让你藏，桃猫大将军来啦！彩色毛毛兵，你们守在这里，看到坏虫虫出来，就用露水砸它，滋它。同心通明，举动虽智，然这份纯阳正气与守护之心，或正是阴邪之物的克星。专业认证，桃猫将军的驱蛊舞虽然毫无章法，但精神力量满分，说不定歪打正着呢。最后一步，开天眼，虽然位置有点偏，颜色有点浓，但仪式感十足。这又是哪一出？爹爹，桃猫准备好了，晚上去打坏虫虫。桃猫有照妖珠、捆妖绳、神兽施施，还有天眼，肯定能帮上忙。装备精良，士气刚昂。不过今夜行动，爹爹与道长、石叔叔去即可。桃猫的任务更重要，守好大本营，保护好嬷嬷和大家，能做到吗？作为守家大将，桃猫以汤代酒，敬爹爹、道长爷爷、石头叔叔，祝你们旗开得胜，把坏虫虫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再也不敢来我们家的那里开地铁。郡主盛情，我等岂能辜负？便以此茶共饮此祝，愿今夜一切顺利。虽然祝酒词有点糙，但这份心意和气势实实在在的给行动组加了 buff。今夜稳了，大概吧。此时，行动组潜入目标 A 宁香阁旧址，环境阴森，气味感人。桃猫将军的彩色毛毛预言会在此应验吗？是这里，阴气最重，且有甜腥之味，与陶片所在吻合。找到了，地阴谷的引子陶罐，看这品相，这味道绝对是大货。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继蚯蚓空投后，石不语先生再遭耗子钻怀，今夜是他的动物园爆棚之夜吗？这任务还能不能好了？所有冒险与波折的终点，
不过是守护这一方小小的安宁与甜梦。看，专属心理医生桃猫带着新疗程零食疗法前来复诊。石头叔叔，嬷嬷说吃了这个酸酸雷，心里再多的扑通扑通和咻咻乱跑都会被咻的一下打跑，可灵了。桃猫做噩梦后都吃。多谢郡主，此雷确有奇效。国公爷大喜，陛下口谕，3日后宫中设芳菲宴，赏春品茗，特命奴婢来请永安郡主赴宴。陛下说许久未见小郡主，甚是想念。有劳公公，陛下隆恩，臣与小女自当谨遵。爹爹，桃猫可以去吗？宫里是不是有好多好多没吃过的糕糕，还有漂亮花园？可以去，不过宫中规矩多，桃猫需听话，不可乱跑，要紧跟爹爹或嬷嬷。年画娃娃公公，你回去告诉黄伯伯，桃猫会乖乖的，还会带神兽诗诗一起去保护黄伯伯。桃猫郡主的童言攻击持续对太监造成真实伤害，但这带神兽护驾的承诺倒是让顾北征紧绷的心弦莫名松了一点点。见陛下须行万福礼，如此。不许笑。桃猫给黄哥哥请安。动。罢了，届时你只需跟着嬷嬷做即可。最重要的是食不语，宫宴之上需细嚼慢咽，不可出声，更不可如往常般点评这个像云朵，那个像泥巴。不能说话。那糕糕那么好吃，不能说好吃，他会伤心的。在心里说即可。显然，桃猫的美食评论课天赋与宫廷食不语规律产生了严重冲突。这堂礼任重度远，感受到皇宫副本的高难度，桃猫将军决定行战前装备升级，现有的新手装显然不够看了。绿绿项链防坏人，白雾珠珠晃眼睛，石头肚肚压邪气。这是闭嘴魔法阵，到时候想说话就看看它，就不会忘记啦。虽然看起来这更像刚打完面粉仗的逃兵，但这份认真备战的气势值得嘉奖。皇宫，你准备好迎接这位面粉法师了吗？国公爷，此符乃贫道以新得的那地阴谷引子陶罐上残存气息为引，混合郡主自身一缕胎发炼制，可贴身佩戴，能混淆郡主自身清灵之气，让寻常探查之法难以锁定，亦可抵御低阶阴晦侵扰。有劳道长费心。淘淘，这是道长爷爷给你的护身符，务必收好，随身携带。道长爷爷，这个香香饼干也是吃了能打跑坏虫虫的吗？和酸酸雷一样？此非实用之物，郡主可将其佩戴于颈间，或置于贴身香囊中，自有庇佑之效。诗诗，帮你把香香饼干也装好了。你现在是超级神兽了，有石头肚肚，还有香香心。国公爷，此地引子已除，然谷主未现，不可松懈。草民需即刻返回西南，追踪那伙养蛊人的源头。石先生辛苦，一路珍重，若有发现，随时联络。此乃同时生于极阴之地，却有那一缕阳气，对窥探迷幻类术法气息异常敏感。草民身无长物，此物赠与郡主把玩。若与心怀恶意、擅长惑心之术者接近，此时或会微微发热，事情拿着。哇，石头叔叔，这是你从地脉里挖出来的大地之眼吗？它会眨眼睛吗？郡主入宫后，若见到衣着华丽、香气扑鼻、笑容格外多的女子，尤其是手里拿着团扇香囊或看起来很好吃的点心之人，切记多看少碰，尤其不要用最实用接他们扔过来的任何东西。虽然听起来有点怪，但话糙理不糙啊，郡主。淘淘，宫中宴会带此物，恐不合礼仪。不行，诗诗是超。诗诗听到没？要乖乖的哦。看，本次宴会最受瞩目的神秘嘉宾永安郡主桃猫，携其神秘搭档丑狮子闪亮登场，全场目光瞬间锁定。空气突然安静，所有人的大脑似乎都在处理同一个信息。那是什么？玩具？法物？还是新型暗器？你怎么还带这种东西来？幼稚！这不是东西，
这是超级神兽诗诗。它有石头肚镇压邪气，有香香心保护平安，还有绿绿项链召唤自然力量，比你腰间那个只会亮不会动的玉佩厉害多了。瞧这孩子多规矩，比寻常孩子安静多了。漂亮！桃猫将军冷静应对，使用神兽盾牌成功格挡，不要用嘴接原则，严格遵守。石不语先生，你的培训没白费。哎呀，臣妾不慎。谢谢香香娘娘的樱桃，但是诗诗的绿绿项链说她不喜欢这个味道哦。诗诗的绿绿项链说不喜欢。陛下，您瞧，臣妾真是笨手笨脚，差点唐突了小郡主。郡主这布偶真是别致，还会说话呢。童言无忌，童言无忌。丽妃也是一番好意。不过小桃猫这神兽倒是有趣。顾青，你这女儿养得灵动。陛下谬赞，小女顽劣，让陛下与娘娘见笑了。第一轮交锋在皇帝的和稀泥和桃猫的樱桃收监中暂告段落，但显然有人记仇了。没有鱼食。桃猫将军发现了背包室里的闲置物资，禁闭樱桃。本着不浪费的原则，他决定。小鱼鱼，请你吃彩虹樱桃，吃了就不会被坏樱桃砸到啦。注意，大地之眼被动技能触发，检测到恶意或新单位接近。桃猫雷达启动，发现可疑目标，单位笑容温和的宫女，携带物精美糕点，威胁等级未知，但石头热了。郡主金安，这是御膳房新制的梅花糕，陛下特命奴婢送来给郡主尝尝。您瞧，这小兔子形状的多可爱！不要，桃猫吃饱了，而且诗诗说她不喜欢兔子形状的点心，会做噩梦。郡主说笑了，布偶怎会做梦？那郡主尝尝这块荷花形的可好？完美！利用神兽挑食和物理转身两大技能，成功抵御了温柔投毒攻击。石不语先生的培训价值千金。镇国公真是爱女心切，一刻也离不得眼。小郡主活泼可爱，颇有你当年的机灵劲儿。王爷过誉，小女顽皮，不及臣幼时1/1000。看，嘴上说着不及1/10，心里怕是乐开了花。我女儿就是机灵，随我。母后，您看这小桃猫警惕性倒是高。那宫女是丽妃宫里的吧？端去的糕点，瞧着是精致。小孩子心思纯净，有时比大人更能感知善恶。丽妃心思是重了些，皇帝敲打敲打便是。被动防御主的面子不是不知踪侦查，目标锁定香香娘娘及其同党。启动生物雷达，嗅觉追踪模式，追踪目标特定香型、甜腻型。这可是桃猫医生的独家绝技。气味源头锁定，在紫藤花架下，让桃猫侦探看看是谁的小可爱，人不大，鬼心眼不少。还有那个丑东西。目标确认，骂我和诗诗不能硬刚，那就智取。看桃猫将军如何运用背包里的道具进行一场静默反击。武器装载完毕，瞄准系统启动。目标敌方后备装甲，华服，风向顺风，完美，完美命中，效果拔郡。华丽的绯红宫装瞬间获得了复古做旧间疑似没变的独特风格，这审美很前卫，并不不。看，我们的女主角要返回主舞台了，她即将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所到之处一片静默与瞳孔地震，看，那是灰还是
丽妃娘娘最新潮的妆容，在衣服上，这是……姐姐，您这身后……大型社死现场，丽妃娘娘的面粉时装秀成为了本次芳菲宴最精彩的即兴节目。桃猫将军的静默反击效果超乎愿想。丽妃，何以如此失仪？还不快退下更衣！好了，反派暂时退场，带着一身荣耀的战损和破碎的尊严。面粉，这么巧，这小丫头和这丑狮子到底是谁的功劳？面粉倒是符合他魔法师的人设，罢了，没吃亏，也没留把柄，干得还算漂亮。丽妃今日是有些毛躁了，御花园风大，花粉尘土多也是有的。皇帝，宴会继续吧，别让孩子们受了惊。喧嚣散尽，归于平静，冒险结束，小英雄在守护者的怀里安然入睡。一边是复杂诡谲的宫廷与侍情，一边是简单纯粹的守护与亲情，而他们穿行其中。迷惑白门用掉了一点点，绿绿项链被坏樱桃染色了。但是，诗诗，你立大功了！你把香香娘娘变成了会走路的面粉包子，这是你的战斗勋章。等爹爹来了，桃猫要告诉爹爹，诗诗可厉害了。看，最高统帅悄然抵达视察现场，正在暗中听取前线汇报。不过，石头叔叔给的大地之眼也很厉害，他一热，桃猫就知道有坏人。石头叔叔是好人，虽然他被面条虫和黑毛球欺负了，下次见到他，桃猫要再请他吃酸雷。爹爹，你看诗诗的战斗勋章，香香娘娘送的。哦，丽妃娘娘为何要送诗诗面粉做勋章？爹爹，这是魔法，不能细说，细说了就不灵了。是诗诗和风伯伯一起变的魔术。原来如此，是为父唐突了，魔法之事却不可外传。那这勋章需不需要清洗一下，以免魔力消散？不行不行，洗掉了就不是勋章了，这是战利品，要留着的。嬷嬷说脏了擦擦就好。国公爷，昨夜贫道与石先生留下的弟子一同，以那地阴谷陶罐为引，暗中探查了丽妃所居的请霞宫外围。虽未在宫内发现直接的谷物气息，但在其小厨房隐蔽的角落感应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与那陶罐同源的甜生之气，似是近期处理公关之物所留。丽妃近日频繁以安神为由召太医院一位擅长熏香、祖籍西南的太医。看来，这位丽妃娘娘，即便不是主谋，也定牵涉其中，或是被人利用而不自知。陛下昨日虽敲打了她，但若其执迷不悟，总之，近日需格外留意宫中与郡主相关的饮食、衣物、玩器。凡有异香、异色、来历不明者，皆需谨慎。道长这是在借机对门口的小情报者进行安全知识普及呢，用心良苦。这个安全，这个也安全，这个好多颜色，异色算吗？彩色的，香香的，来历是黄伯伯上次给的，这个最可疑。坏糖糖不许害人！哦不，桃猫安全专员的宁错杀不放过政策导致珍贵糖资源减一，希望后院的小蚂蚁能承受这份甜蜜的毒药，并不是。安检范围从室内扩大到室外，花园排雷行动开始。目前形势草木皆兵，花香可疑。太像了，花园香香，退散！看，连路过的蝴蝶都被列入了监视名单，这安全意识简直达到了被害妄想的新高地。白色在橘猫身上算异色吗？它会不会是坏蛋虫虫变的间谍猫？丞相的异色是天生的，不算。午餐时间到，桃猫安全官的食品安全检测程序启动。第一项，气味分析，你先吃。第二项，人体试毒。丫鬟，这谁？我在哪？我做错了什么？桃猫，不可如此，家中饮食皆有专人查验，安全无虞。第三项，法宝检测，
利用大地之眼对阴邪之气的敏感性进行汤品安全测试。虽然使用方法有点费石头。爹爹，可以吃啦，汤是安全的，石头没说烫。吃吧。好了，经过3道严苛检测，午餐终于可以入口了。只是这顿饭，顾北江吃的有点心累。他还设置了预警半线和声光报警系统铃铛，最后安置核心守卫诗诗，这防御体系有点东西。好啦，坏蛋要是敢进来偷诗诗，就会踩到水盆滑倒，或者踩到石头滑倒，就算没滑倒，也会碰到铃铛叮铃铃，然后诗诗就会睁开眼睛吓跑他。进行实战模拟测试，预警系统工作正常，桃猫守卫进入1级战备状态。这是你们经查晚多。看，郑国公前军统帅在家中被女儿的复合陷阱成功伏击，战果鞋袜湿透，形象受损。桃猫，此乃何意？新的游戏？不是游戏，是陷阱，防坏人的，保护诗诗。可是桃猫忘了告诉爹爹密码了。好了，破案了。起因是安妮各光是防御优势功率过硬，结果是低防御识别系统存在重大 bug， 导致误伤最高指挥官。能怎么办呢？自己宠出来的安全专家，含着泪也要支持他的工作啊。淘淘有安全意识，懂得保护自己与重要之物，爹爹很欣慰。然布置防御需划定安全区域，预留安全通道，并提前告知所有友军，否则便会如今日一般误伤自己人。今日是爹爹，若换了嬷嬷，岂不糟糕？桃猫懂了，以后设陷阱先画地图，告诉爹爹和嬷嬷哪里能走，还要定个暗号，比如学猫叫，喵，是自己人。可呼叫总部，发现不明飞行物，体型小巧，移动迅速，正在拉粑粑。哦，是麻雀小弟，解除警报。发现友军胖阿婶，携带补给点心，行进路线安全，无异常包裹。打哈欠动作标准，是本人无疑。地震高冈，一派西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河水万年流。暗号对上，是自己人。喵。暗号无误，桃猫特工可以起床用膳了。爹爹，外面真的安全吗？诗诗的勋章还在吗？有没有异香怪或者变色龙偷偷来过？放心，昨夜为父已令暗卫布下天罗地网，玄清道长也在府中关键节点设下防护，你的诗诗勋章安然无恙。目前府内安全等级为甲等。桃猫特工可以最高指挥解除1级战备，进入常态化警戒状态。看，桃猫安全官的安检设备升级了，配备了金属检测器和宏观观测仪、直筒。虽然用途有点偏差，第一步化学检测，银勺试毒；第二步微观观测，寻找异常气泡。流程越来越正规了。肉肉纹理清晰，颜色红润，无异色斑点，气味是葱香，安全。爹爹五官清晰，无变色，眼神正常，是本人。确认完毕。丞相，前方是迷魂草丛，可能有异香怪埋伏，我命令你前去侦查。下属橘猫公然违抗军令，选择就地休整，桃猫将军的指挥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郡主这警觉性，怕是连只真蚊子都飞不进他心里去。让他玩吧，发泄一下精力也好，总比真遇上事儿慌张强。午休结束，桃猫工程师启动了超级神兽诗诗改的升级计划，目标打造全方位防御型神兽。第一步，加挂复合装甲纸片，虽然防御力存疑，但视觉效果很后现代。这是反探咒，坏蛋的攻击统统反探，看着这是在功能绊马索，坏蛋一靠近就会被红线绊倒。超级神兽师终极防御形态完成。哇，这下片熟制终极神兽诞生了，这审美恐怕连坏蛋看了都会犹豫要不要下手，怕被丑哭。奴才奉丽妃娘娘之命，特来向永安郡主赔罪。昨日宴上唐突，娘娘心中不安，特备薄礼，聊表歉意。警报警报！侦测到敌方势力的物流人员，
桃猫安全官火速抵达现场进行入境审查。这里面是什么？有没有异香？有没有机关？回郡主，是一套江南进贡的12生肖白玉把剑，还有几样新巧的点心，绝无异味，更无机关，请郡主明鉴。诗诗，用你的反弹咒和铠甲感应一下，如果是坏东西，就把它弹回去。有劳公公，丽妃娘娘有心了，礼物本宫代小女收下。爹爹，还没检查完呢，万一里面有……桃猫，真正的安检不在于当面打开，收下是礼数，事后查验是手段。当着来人的面，我们要表现得毫无防备，懂吗？谢谢香香娘娘，桃猫最喜欢礼物啦。看，这就是天赋，瞬间领悟战略伪装的精髓，从安检狂魔无缝切换到傻白甜萌娃，这演技，丽妃听了都得信以为真。爹爹，快去书房，关上门，我们要秘密检查。物理结构排查，未发现物理陷阱，现在进行内容物分析。爹爹，那个点心彩色的异色，肯定是坏堂堂的同伙。诗诗的肚子说她不喜欢。国公爷，盒子和玉器上并无阴邪之气附着，只是这几碟点心虽库其食材中来自常人食用无香料，但若身具清灵之气者多食，夜间多梦，常致心神静的会受于神魂修养不利。淘淘，你做得很好，你的异色警报和诗诗的不喜欢都非常准。那这些坏点心怎么办？拿去喂猫猫丞相？不行，丞相吃了会做噩梦的。点心撤下，妥善处理，玉器留下。去厨房取几样符里新做的、样式相似的普通点心来替换。既然对方想看毫无防备，那便做给他们看。哦，桃猫懂了，这叫演戏，把坏的藏起来，换上好的，让坏蛋以为我们上当了。没错，淘淘今日从侦查、拦截、武装到识破隐患，皆是头功。这礼物被调包，陷阱已铺设，现在就看鱼儿会不会咬钩了。晚安，我们功勋所铸的小安全官。总司令桃猫已佩戴俨然成了一个军事要塞。总司令桃猫已佩戴合金头盔和面部伪装进入1级战备状态，眼神犀利，气势可笑。站住！口令，地震高冈的下一句是什么？还有，学猫叫，要带颤尾的。喵，嗷呜，一派西山千古秀。即使口令正确，也不能掉以轻心。利用前亮镜系统绑镜子的亮移杆进行2次身份核证。这战术素养，特种兵看了都得流泪。主子，宫中眼线传来消息，丽妃昨日送礼后，今日一早便去了太后宫中请安，言语间多有打探郡主喜好与身体情况。另外，国师的一名心腹小太监金城曾路过启霞宫后门。看来一次不成，还想再谈。太后那边，太后娘娘并未多言，只赏了丽妃一盘佛前供过的果子，便让她退下了。太后这是告诫她安分礼佛，少动歪心思。可惜有些人听不懂。爹爹，是那个香坏蛋娘娘又要来了吗？桃猫的诗诗已经准备好了。不是她要来，是她想知道桃猫喜欢什么，好再送礼物。爹爹，那我们给她一个假的情报，就像打仗要骗敌人一样。我们告诉她，桃猫最喜欢臭豆腐拌榴莲，再加点苦瓜汁。此计虽妙，但过于刻意。丽妃宫中亦有能人会生疑，不如我们透露一个真实的但无害的喜好。真实的无害的？比如你近日是否很喜欢玩那个能吹出很泡泡的皂角水？对，吹泡泡，可以把面条虫装在泡泡飞上天，可好玩了。好，会不喜爱收集各式各样的吹管和泡泡水配方？哦，桃猫懂了，就像钓鱼，用泡泡水当鱼饵，看那个坏蛋娘娘会不会在里面放坏东西。爹爹好聪明。这叫将计就计，引蛇出山。桃猫真是一点就通，这智商不愧是妇女兵。大戏开影，场地镇国公府花园。好，给你找。您看，这差事小孩子嘛，正是贪玩的时候。这喜好倒也雅致，比舞刀弄拳强。放心吧，国公爷，这事儿包在本妃身上，定帮小郡主搜罗些新奇玩意儿。完美，消息将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贵族八卦网直达后宫。国公爷，郡主，丽妃娘娘听闻郡主喜爱吹泡泡，特意寻了一套海外番邦进贡的琉璃吹管，并几瓶据说是用西域奇花秘制的泡泡水，特令奴才送来给郡主解闷。哇，大箱子，肯定是好玩的，谢谢香香娘娘。有劳娘娘费心。不敢，那奴才就先告退了。娘娘说，那西域秘制水需用琉璃管吹，效果最佳。
演员退场，专家上线，真正的排爆工作现在开始。目标：解剖大鱼。看，这就是正午，美丽、精致，充满诱惑，也充满了危险的可能性。发现，巧工有不明粉末，液体气味异常，警报升级。国公爷，好精巧的手段！口粉末乃是一种激发剂，本身毒性微弱，但这瓶中液体名为醉蝶香。是由西域一种迷幻花提炼，气味甜腻，能使人精神亢奋，产生幻觉。若单独使用，只是略有不适，但一旦混合，用涂了激发剂的管子吹着醉蝶香泡泡，泡泡破裂时，药效会被瞬间催化，化作无形迷烟，被吸入体内。孩童吸入会神志昏沉，日夜颠倒，甚至损伤心智，变得痴傻。坏人想把桃猫变成小傻子，这样桃猫就不能保护爹爹，也不能当安全官了。坏蛋！是的，这就是目的。毁了孩子，就等于毁了顾北央的软肋和未来。这宫廷比战场更肮。道长，可有解法，既能保全陶陶，又能让对方以为计谋得逞？有，贫道可将此醉蝶香抽取其迷幻精华，换成无害的安神脂，色泽气味不变。至于啃口粉末，可换成滋补的身粉，泡泡吹出，不但无害，反倒有益身心，而对方只会以为郡主已中招。看，这就是天赋型选手，无需排练，1秒入戏。这呆滞的眼神，这迟缓的动作，这流着口水的憨笑，未来的演艺界欠他一座终生成就奖。小桃桃，这是怎么了？前几日还活蹦乱跳的。太后奶奶好，桃桃玩泡泡。看，主要观众丽妃已入戏，他信了，他以为他的毒计成功了，那压抑不住的喜悦是魔鬼的笑容。回太后，小女近日也不知何故，精神日渐不济，太医看了也说不出所以然，须是玩物丧志，伤了神吧。导演很卡，主演桃猫1秒出戏，恢复戏精本精状态，并开始迫不及待的求表扬。爹爹，桃猫演的怎么样？像不像？那个香香娘娘是不是被我骗到啦？戏外面车夫、随行侍卫，甚至街边行人都可能是观众。从现在起，只要出了咱们的房门，你就要时刻记住，你是傻桃猫。面临职业生涯最严峻考验，对冰糖葫芦免疫。冰糖葫芦，又甜又脆的冰糖葫芦嘞！桃猫演员顶住了诱惑，用精湛的演技诠释了心如死灰，这信念感绝了。奖励，回家再吃。看，再严格的导演也抵不住心疼自家主演，偷偷塞道具以资鼓励。父女谍战剧秒变温馨家庭剧，分镜段落2分9，府门安检，自己人也骗。郡主回来了。郡主这是怎么了？早上出门还好好的。我的心肝儿，这是……郡主今日在宫中略感不适，需静养，无事不得打扰。郡主，跟嬷嬷回去歇着，嬷嬷给你做最爱吃的杏仁脑。聪明，利用肢体接触传递我没事的暗号，既安抚了最亲近的人，又没破坏表演。桃猫特工心思缜密。可怜的娃，怎么出去一趟就……爹爹，嬷嬷，吓到你们了吧？桃猫演的像不像大傻子？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可吓死嬷嬷了！刚才那一下挠，老奴这心才算落回肚子里。岂止是像，连为父都差点信了。第一位探病的观众玉王妃已抵达片场，她将亲自检验桃猫恶化后的演技。主演以病弱美人造型惊艳吓人亮相，这苍白的脸色，这无神的眼眸，这凌乱的发型，细节满分。哎呦，我的小郡主，这才几日，怎么憔悴成这样？红色的，会说话的。国公爷，这看着不只是不适啊。太医怎么说？太医也束手无策，只说是邪风入脑，心神受损，开了安神的方子，却不见起色。如今连人都认不大清了。王爷，看影帝影后飘驾，一个胡言乱语，一个痛苦天皮无缝。玉王妃观众已深信勿疑。你说的对，水里有星星，我们去捞。郡主，使不得，那是盆栽，不是水。放开，星星要跑了。他们说香香娘娘的泡泡是苦的。国公爷，这莫非是中邪了？还提到丽妃的泡泡，让王妃见笑了。小女病中胡言，不足为谢。王妃今日探涉之情，本宫铭记，改日再谢。快回府！不，先去我常去的茶楼。
我得找人说说，这事儿太蹊跷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郑国公府现在可是乱成了一锅锅啊！那小郡主中邪了。看，首席谣言发酵机玉王妃已启动，经过她的艺术加工，郡主中邪和丽妃泡泡这2个关键词将像病毒一样在贵族圈传播。都说小郡主邪风入脑，胡言乱语，还指着盆栽说胡话，最后竟昏了过去。昏迷前还说什么泡泡是苦的，泡泡是苦的。难道那药还自己把不对？完美，鱼儿不仅打了勾，吞得更湿了。丽妃完全相信是自己的毒计奏效，并且效果寡白，她正一步步走向陷阱中心。泡泡是苦的，泡泡是苦的。丽妃看来是真留不得了，皇帝那边也该有个。最高层太后已收到信息，并做出了判断。丽妃的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但是爹爹，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一直装傻吗？桃猫会不会装久了真的变傻呀？不会，我们只在外人面前装，在家，在爹爹和嬷嬷面前，你还是那个最机灵的桃猫。而且，我们不仅要装，还要恶化。明日若有人来，你便如此，眼神要涣散，看人不能聚焦，说话要颠3倒4，比如管猫叫狗，管花叫草。这戏是越演越刺激了，桃猫演员，你的演技面临新挑战。来一个。主演桃猫显然理解错了演技，从自然派转向了夸张派，导演表示需要收一点。倒也不必如此夸张，3分即可。嬷嬷，狗在树上飞，草好香，想吃。造孽啊！那些杀千刀的。甚好，记住这种感觉。导演继续加戏，另外增加幻视空听症状效，这下从智力受损秀损直接升级到精神障碍了。桃猫演员，你的戏路越来越狂了。小桃猫，到黄爸爸这里来。绿色的月亮掉下来了，白色的月亮还在。顾青，委屈你们父女了。桃猫这病，朕会命太医院倾力诊治。至于其他的，选择了默许甚至配合，心中有数，则是对丽妃的最终判决。爹爹，黄伯伯好吓人，桃猫差点就笑场了。你做得很好，比爹爹想象的还要好。是爹爹让你受委屈了。桃猫不委屈，桃猫在保护爹爹，也在保护自己。而且演戏好好玩，就是装傻不能吃糖葫芦，有点点难过。等这事了了，爹爹给你买1屋子的糖葫芦，让你吃个够。快了，他得意不了多久了。顾青，玄清道长的查验结果，连同玉王妃等一干人等的证词，朕已详阅。人证、物证、旁证，皆指向一人。你想要朕如何处置？臣为人父，只求一个公道。此等阴毒伎俩，非但欲参害臣之独女，更欲毁我顾氏一门希望，动摇国本。陛下，此风断不可长。臣但凭陛下圣裁，传朕旨意，即刻索拿启夏宫丽妃及其宫中一应涉嫌人等，命内廷司、大理寺、玄清道长3方会诊。记住，快，要更要静。圣旨已下，雷霆将落，一场针对宫廷毒妇的秘密清洗，在夜幕掩护下悄然展开。臣遵旨，谢陛下。诗诗好无聊啊，不能去花园追蝴蝶，不能去池塘看鱼鱼，也不能去厨房偷吃糕糕。爹爹说外面还有眼睛，连在自己家院子里都不能跑。爹爹，坏人抓到了吗？桃猫可以病好了吗？抓到了，陛下圣明，已将其打入冷宫，听候发落。其余党皆在清查。桃猫，你可以好了。耶！爹爹最厉害了，坏人被打跑了，桃猫不用再装傻了。所有的阴谋、伪装、担忧与愤怒，都在这个拥抱和晨光中烟消云散。守护者守护了他的珍宝，而珍宝也用他的方式成为了最勇敢的小战士。真好。可是爹爹，桃猫病得那么重，怎么能一下子就好啦？别人会不会觉得奇怪？问得好，所以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好，
需要有个契机，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接受的合理的神迹或名医。康复大戏第一幕在镇国公府花园正式开演，主演桃猫，状态从呆滞向迷茫，但有反应过度。小郡主，你能下地走动了，气色看着也好多了。绝杀，这个缓慢回归的微笑，精准地演绎了神智出复的脆弱与希望。誉王妃观众的心瞬间被击中，对佛宝治愈之说深信不疑。桃猫的演技已入画境。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常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头疼，有虫子在爬。内，邪祟残留，还不散去！出现了康复过程中的病情反复，这是经典桥段。桃猫和玄清的配合天衣无缝。嬷嬷，我怎么了？刚才好像做了个噩梦。无妨，此乃驱除脑中最后一点阴碎之气的正常反应。经此一遭，郡主神魂已基本稳固，日后只需静调养。好了，官方给出了权威医学解释，这次病情反复事件不仅不坏事儿，反而成了康复的有力证据。计划通。爹爹，这个跑跑腿好好吃，比做梦的时候吃的泥巴糕糕好吃多啦。病中口苦，吃什么都无味。现在好了，想吃什么就让厨房做。冰糖葫芦要最大的，上面有好多山楂豆豆那种。看，这就是胜利者的奖赏，比脸还大的冰糖葫芦。所有的伪装，所有的忍耐，在这一刻都值了。桃猫将军，享受你的战利品吧。快到哀家这儿来，让哀家好好瞧瞧。气色是好多了，眼神也灵光了，这菩提子戴着可还舒服？回太后奶奶，桃猫好啦，带着佛珠子，心里可踏实了，晚上都不做噩梦了。谢谢太后奶奶救桃猫。桃猫，可还记得生病时的事？比如那些泡泡。终于演完啦，黄伯伯刚才好吓人。都过去了，桃猫今天表现得最好。从今往后，我的桃猫再也不用装病，可以想跑就跑，想笑就笑，想吃糖葫芦就糖葫芦了。看着这位陪伴他经历风雨、立下赫赫战功的亲密战友，桃猫在想什么呢？诗诗，仗打完了，你不用再当超级神兽了，以后你就是桃猫最好聊的睡觉伙伴，我们一起做美梦，不做噩梦了。听说了吗？启霞宫那位昨日夜里彻底病了，被挪到最西边的静思院去了。据说身边就留了一个老嬷嬷。一夜之间，树倒猢狲散，宫中八卦界迎来了新的狂欢。何止，他宫里那个管小厨房的，还有常去太医院的那个太医，天没亮就被内廷司的人。看，真正的大鱼依旧潜藏水底，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断尾求生对他而言或许只是常规操作，游戏还远未结束。与此同时，风暴的真正将军正享受着他大病初愈的第一个平静清晨，外面的血雨腥风与他窗外的鸟语花香形成了两个世界。爹爹，这是什么？新的圣旨吗？是不是黄伯哥又要赏桃猫糖葫芦啦？此乃陛下特许，凭此券，桃猫可随时去百味斋任选其内所有糕点糖果，无需付银，记在宫中账上，算是对你此次受惊的补偿，以及配合有功的奖赏。随时任选所有，不要钱。耶！黄伯伯是天下第一大好黄伯伯，桃猫爱死他啦！百味斋，桃猫来啦！不过需有嬷嬷或爹爹陪同方可，且每日不可过量，以免积食。看，对于桃猫来说，什么金银珠宝都不如一张甜品终身免费畅吃卡来的实在。物质。看紧他，莫让他一次吃太多。这张凭证或许会引来些注意，务必小心。是。爹爹放心，桃猫是去视察民情，扫到零食，不是去打架。嬷嬷，快走快走，驾！百味斋，桃猫将军，你的战场到了。面对浩瀚的甜品海洋，桃猫将军遭遇了职业生涯第一次重大危机，选困难症，每一样看起来都好好吃啊。掌柜的，这个认识吗？桃猫要买布，要领糕点。认得，贵人能驾临小店，是小店天大的福分。您随便看，随便选，看上什么，小店立刻给您包起来。这个也要。
这个也要。幸福的烦恼来了，拿不动了，可还有那么多宝藏在向他招手，这可怎么办？是谁来了？不是买的，是领的。看，黄伯伯给的饭票，吃点心不要钱。看桃猫将军凭借皇家终身免费吃喝特权，瞬间成为了儿童界的顶级偶像。这待遇，这牌面，谁看了不迷糊？见者有份，桃猫请客。嬷嬷，把这些分给小伙伴们尝尝。看，这就是分享的快乐。桃猫将军用糖衣炮弹，成功建立了儿童零食同盟，气氛一片和谐。喂，我告诉你个秘密，我娘说宫里那个很香的娘娘不是生病，是得罪了人才被关起来的。我爹还说，她好像和那个总是穿着黑衣服、看起来冷飕飕的国师走得很近。重要情报来自点心小弟的投诚，虽然孩子的话未必成真，但往往包含了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关键信息碎片。国师，我姑姑是宫里的女官，她说那个国师可厉害了，会看星星，还会炼丹药。但像放坏了的点心和臭虫混在一起，放坏的点心和臭虫，这描述让她想起了十步处找到那个脏饼饼和地脉的怪味。看，桃猫的桃猫花飞速运转，将丽妃国师在陶罐的地脉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碎片信息本能的拼接在一起。虽然得出的结论是又坏又臭，但方向或许惊人的正确。看来桃猫今日视察成果斐然，还交了新朋友。爹爹，桃猫今天听到小喇叭说，香香娘娘和那个黑衣服会看星星的国师伯伯是一伙的。他们还说了什么？还说国师伯伯炼药的地方有放坏点心和臭虫的怪味道，和石头叔叔挖出脏饼饼的地方味道像。桃猫，你立了大功，这个情报非常重要。记这些话，除了爹爹，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包括嬷嬷。郡主带回的消息，与实不与此前所言，及我们在丽妃处查到的西南秘药线索，隐隐指向此处。那些怪味儿，恐怕并非炼药那么简单。国师深得陛下信任，掌管天象、历法、祭祀，其超然修为深不可测，且精于炼丹阵法。若他果真与西南巫蛊地阴谷之事有山，其所图必然极大。观星台下恐怕另有乾坤。主子，观星台守卫森严，且有阵法笼罩。看，这就是毫无节制享用战利品的后果。夜间肠胃抗议了，贪吃的小猫付出了小小的代价。警报！大地之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反应，这绝不仅仅是恶意接近，更像是感应到了某种强大、邪恶的能量爆发或靠近。桃猫，怎么了？时不语的警告，孩子们的八卦，玄清的推测，最终被桃猫脖子上这块大地之眼的剧烈反应所印证。一股强大而邪恶的暗流，似乎就在今夜被悄然触动。丽妃女士的艺术生涯看来是彻底凉凉了。真关进去了？那还有假？昨夜里抬进去的，就一身衣裳，啥都没让带，活该！让他以前那么嚣张，还用泡泡水害人。宫中生存法则，吃瓜需谨慎，小心瓜碎砸到脚。诗诗的功劳最大，要给他发什么奖呢？他又不吃糖葫芦，给诗诗做一身新战袍，要最软最暖和的，上面绣满小鸭子，让他退役了也能当最帅气的平民诗。桃猫，此乃何物？新的布阵图。爹爹，你看，第一功臣桃猫在给大家发奖，奖你陪桃猫在百味斋领回来。完美闭环，绘制领奖清单，需要去领奖，让爹爹陪同，爹爹也得到奖励，陪同荣誉。桃猫经济学博大精深。领这个，领那个，还要领好多好多好吃的。有情况，门口出现可疑人物，疑似在进行非法交易。娘子，今日新出的琉璃盏和玉露团紧超得很，排到您这儿估计没了。我这儿有快通牌，加10文钱，立马能进去买，怎么样？喂，你
你是个坏人，插队是不对的，还想多收钱。桃猫要告诉掌柜伯伯，把你抓起来。小贵人误会了，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这牌面，这服务，掌柜的求生欲都很强嘛。郡主喜欢这水晶玉兔就好，这是小店老师傅新琢磨的方子，用了西山冷泉和清晨的玫瑰露，昨日才做出来。郡主是第一位品尝的贵人。注意，顶级猎手的雷达响了，侦测到不明视线锁定，目标似乎不是人，而是桃猫的石头项链。伪装得很像，笑容也够傻，但细节出卖了他。哪个正经书生指甲缝里会有这种诡异的颜色？这更像是炼丹试试或者经常接触某些特殊材料的人才会留下的痕迹。此人绝非普通眼线，他关注的是桃猫颈上那铜石。大地之眼对阴邪之气与祸心之术敏感，对方能专人来辨认，说明他们要驻身修习此类术法，感知到了石头的抵抗，要么就是这石头对他们正在进行的某种工程构成了干扰或威胁。观星台，极有可能。低阴谷引子、西南秘药、丽妃的泡泡水，再到这能感应异常的铜石，诸多线索隐隐都指着那位。若他在观星台下真有不轨之举，铜石在附近，或许会如毛在背。主子，可要加强对郡主的护卫，或暂时收回那铜石。石头是十不语赠予桃猫的护身之物，不可轻动，加强护卫即可，但需外松内紧。另外，加派人手盯紧那个书生，以及所有可能与观星台有秘密往来的人。看，这就是毫无节制享用战利品的后果，夜间肠胃抗议了。贪吃的小猫付出了小小的代价。很好，桃猫博士的思路是用香香的好东西混合有点冲但能驱虫他以为的东西，制造出让坏虫子坏味道都滚开的超级防御性香气。虽然材料组合有点黑暗料理的意思，香香的、辣辣的、凉凉的，坏蛋肯定不喜欢这个味道。在自制生化防护的包围下，桃猫将军安然进入了梦乡。他不知道这个无意中的举动，或许会在未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最高级别情报：大地之眼在香料包的包裹下，依然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高温预警。这次的反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持久。加热版复合驱邪气味开始弥漫，这威力堪比化学武器的首轮打击。爹爹，石头烧起来了，好烫！有坏人，很大的坏人来了！好了，你先去准备吧。爹爹，实证在此，大地之眼的剧烈反应，证实了桃猫的哭喊并非孩童噩梦。传令所有暗桩立刻探查京城各处，尤其是皇池周边各门洞巷、地脉水渠经过之地，有无异动、异响、异光或大量人员车辆异常聚集移动，要快！桃猫不怕，石头是在保护你，他告诉我们有危险，爹爹已经派人去抓坏蛋了。爹爹，是黑衣服国师伯伯干的坏事吗？石头烫的时候，桃猫好像闻到一点点那种放坏点心的臭虫味了，在梦里面。一肉已泯染更深，似乎刚刚进行了一次危险动作的幕后黑手，谁能先找到对方？欢迎回来，宫廷晨报八卦版为您带来最新消息。听说了吗？昨儿后半夜，观星台那边好像有动静。我表姐在御花园当值，说她起夜时好像看到观星台顶楼绿光一闪，可吓人了，像鬼火似的。而且那之后巡逻的侍卫大哥好像都多了一对，该不会是丽妃娘娘的冤魂去找国师大人索命了吧？纪律各个的活都干完了，在这儿编排起主子们来了，再让本宫听见一句，全送去静思院给丽妃娘娘作伴，让你们当面问问有没有冤魂。看来静思院已成为新的恐怖传说代名词。纪律委员长再次重拳出击，用送去和丽妃作伴这种终极威胁，瞬间扑灭了宫女们熊熊燃烧的八卦之魂。看来静思院已成为新的恐怖传说代名词。好了，连中层管理都被影响了。看来昨夜观星台的小动作虽然隐秘，但还是在宫位深处荡起了不小的涟漪。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国公，终于在他3岁半女儿的自制香料面前露出了破绽。这味道简直是父爱的终极试验，连本人都被自己的杰作熏到了。好像馊掉的桂花膏拌了花椒水。无妨，许是香料混合，经过一夜，气息发生了变化。桃猫该起身洗漱了。
记得别能把苏桂花膏半销做处理，相当精准且富有画面感。注意看，这个男人他正在运用高超的餐桌战术进行气味规避，这身体后仰的弧度，这侧脸喝粥的角度，无不体现出丰富的战场生存经验。爹爹，这个包子好吃，里面是虾仁，你尝尝。这样，多谢陶茂，爹爹自己来。父爱如山，体滑坡。为了不让女儿失望，硬生生顶着复合风味吃完了爱心包子。虽然事后需要大量清查漱口，爹爹您辛苦了。按少清查而出，重点监控了皇城城门周边各门地脉节点，发现数起零星异状，但均无法直接关联。其一，丑时3刻，西市一家专营西南药材的铺子后门有马车秘密卸货，货箱沉重，搬运者脚步虚浮，似有武功，莫感到心悸路头晕，未能细查。我们的人想靠近神秘货物，靠近就头晕，这配置听起来就很蛊毒原料进货现场。其二，约在郡主感应到异状前后，皇城地下水脉通往宫外的几个暗区出口附近，有暗哨听到水下传来异常的短暂的闷响与水流搅动声，但旋即消失，未见任何物体浮出。地下水脉异响，难道有人通过东西路在皇宫内外运送了什么不可告人之物？这作案手法很地道，字面意思啊。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安插在钦天岩最外的一名洒扫杂役，今早传出一句后半夜，期间有2名国师亲传弟子神色匆匆进出数次，手中似乎捧着陶罐类器物。看来昨夜大地之眼的剧烈反应和观星带内的豪华套餐脱不了干系。将重点盯住天象药材峰、观星陶、陶光丘货物来源与去向，加派人手，加清推有内部结构及日常。至于水脉，让懂水性的好手择机暗中探查。这次的材料选择充满了吃货的智慧。我要芝麻香，这个蜂蜜甜，盐，还有这个消毒。不管了，总之看起来比花椒橘子皮靠谱多了。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给大地之眼做芝麻蜂蜜盐焗处理。这思路是打算把玉井石头变成零食诱饵，等坏蛋来偷吃时硌掉牙吗？好了，桃猫牌芝麻蜂蜜盐焗玉井石护身符新鲜出炉。诗诗，你看，桃猫给眼睛穿上芝麻盔甲了。下次再有大坏蛋，他就不能随便发车吓唬桃猫了。而且坏蛋要是想偷，说不定会被芝麻香馋哭。这战术思维已经超越了当前时代，进入了玄学吃货的领域。多么宁静美好的午后啊！通常这种时候就该有不速之客登场了。哎呀，桃猫郡主，哎呦，我的小郡主，这可真是大好了！瞧瞧这小脸儿，红扑扑的，眼神也亮晶晶的，比上回见着可是锁定了桃猫脖子上新增的配饰。桃猫好啦，谢谢包子娘娘来看我。郡主这带的是什么新鲜玩意儿？闻着怪香的，像芝麻糖似的，也是太后娘娘赏的佛宝吗？看，这才是他今日来访的核心目的之一吧。桃猫将军的 CPU 开始高速运转，调用战术应答数据库。包子娘娘，这是桃猫的秘密武器，是道长爷爷用天上星星的粉粉和地上最香的芝麻，还有甜甜的蜂蜜一起炼的防虫符，专门防那些看不见的臭臭的坏物埋虫。不过道长爷爷说，这个不能给别人摸，也不能告诉别人具体怎么做的，不然就不灵啦。包子娘娘要替桃猫保密哦。保密，一定保密，娘娘的嘴最严了。国公爷，您放心，小郡主有玄清道长的密保护着，定能逢凶化吉，那些宵小之辈再也害不了她了。这消息妾身知道轻重，绝不会乱说。有劳王妃挂心，小女顽皮，所谓密保不过是道长哄孩子的玩意儿，当不得真。王妃切勿外传，以免贻笑大方。关于桃猫的胡说八道和我的配合演出，对方既然对同时感兴趣，我们便给贫道所炼防些合理之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他们猜去。如此一来，对方若再派人接近桃猫探查，目标会更明确，我们也更好防范，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点设下陷阱。鱼饵已动，西南的货滚过那条可疑的地下水脉送入皇宫，而接收点竟然在看似不起眼的浣衣局附近，是时候去迎接一下这批神秘的货物了。这里即将上演一场无声的货物交接，只不过来接货的可能不止一方。收货方阵容豪华，服务惊喜，提供武装到牙齿的到货集体服务。只不过这服务可能不是快递员想要的。东西放下，人可以走，或者东西和人都留下。任务完成，成功截获关键证物。带走，人赃并获，截获关键证物，心想事成。接下来就是请玄清道长这位首席鉴定师
来好好看看这批货到底藏着什么更深的秘密。欢迎收看午夜特别节目《密室鉴宝》。阴晦之气内敛，但极为精纯，且带有活性，似在罐中孕育。其气息与地阴谷同源，但更为高级。此物绝非简单的引子。开罐。现场出现了生化泄漏，幸好我们的专家团队准备充分，立刻启动空气净化程序。竟是血随阴软，这已经不是另外2罐恐怕也是同类，甚至更糟，必须立刻以纯阳真火辅以雷击木符，将其彻底焚毁，灰烬深埋于至阳之地，方能杜绝后患。按道长吩咐，立刻去办。处理过程你亲自监督，绝不容有失。早安，护身符，新的一天，从检查灵石护身符开始。味道还在，安全感满满。父爱如山和芝麻，看，爹爹来了。即使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夜，即使对女儿脖子上的芝麻球心情复杂，主要因为气味残留，但父爱的拥抱永远不会迟到。爹爹，你身上有烧糊了的树叶和臭臭泥巴的味道。这天赋不去当警犬，不对，不去当侦探真是可惜了。爹爹昨夜在书房看了会儿书，许是灯花爆了，熏着了，已经换过衣裳了。桃猫的鼻子真灵。爹爹，你要小心火烛哦，臭臭的味道不好闻。而且桃猫的芝麻球昨天晚上好像又热了一小下下，不过没有上次烫。桃猫，若有人送你新的没见过的糕点或者玩具，你当如何？爹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情景模拟测试，先看颜色是不是异色，闻闻有没有异香，然后还要问问芝麻眼睛烫不烫，如果都不对，就拿给嬷嬷或者爹爹看，不能自己吃，也不能自己玩。若送东西的是你认识的人呢？比如宫里的某位娘娘，或者看起来和蔼可亲的伯伯、爷爷。认识的也要检查吧，香香娘娘之前也很和蔼呀，还送乒泡泡。漂亮！理论联络实际，用自身血泪教训。爹爹说过，小心驶得来验证理论。桃猫说的对，人心难测，保护自己是首要之务。记住，你的安全比任何人的好意或面子都重要。好了，最重要的安全理念成功灌输，自身安全至高无上。有了这个信念打底，再加上严格的安检流程，桃猫的防御体系才算真正构建完成。送礼物的人来啦！安检员开始检查。红色的花颜色鲜艳，异色警报，有花香但不算异香。芝麻眼睛没反应，看流程一丝不苟，观察闻味，询问法宝上报。这专业素养绝对是安全系统的模范员工。发现不明飞行物，蓝色、异色、会动，轨迹难以预测，疑似空中侦察单位。连路过的蝴蝶都成了疑似敌机。桃猫将军，咱们的防御范围是不是有点过大了？气味是花粉，暂无异香。去，这里不许侦察，快飞走！诗诗，看到没？对付空中侦察要冷静，先观察，再劝离，不能硬来，万一他身上有毒粉呢？爹爹和道长表示，孩子开心就好，心累。药铺获取原料，夜间经陆路或短途运送至靠近水脉的某点，再通过精通水性之人，借由地下水脉网络，将原料秘密送入皇宫范围。废井只是中转站，原料最终目的地必然是能够提供稳定、安全且能量特殊的场所，进行深加工乃至培育。皇宫之中符合此条件且能完全避开常规侦查的，十不语那边可有消息？西南的源头或许能提供更直接的线索或证据。尚未有明确消息，西南山高路远，巫蛊之术传承隐秘，或者等待副本 BOSS 国师自己露出更大的破绽。老爷，这位先生要见您。哦，贫道乃国师座下弟子，道号清虚，奉家师之命，特来拜会镇国公。刚刚锁定观星台是嫌疑地，那边就派外交使者上门了，这是挑衅还是试探？家师听闻府上小郡主前番暴患，虽已康复，然幼儿神魂易损。家师近日新得一块温养神魂的暖阳玉，性最平和，于孩童大有裨益，特命贫道送来。道具满分，但现在它更像一个包装精美的潘多拉帽盒。国师大人有心了，只是小女年幼顽皮，如此贵重之物恐有损坏，且她近日已得太后所赐仆子护身，不便再多配他物。漂亮，还请道长待由充分，态度礼貌。但据本宫谢过国师利落。他立刻召来玄清，将清虚的来意和玉佩描述了一遍。暖阳玉确是温养神魂的良材，但也蒸其性温，极易被动手脚，比如在其中嵌入极微小的阴水之物或符咒，外表毫无异状，长期倾天收回贴身佩戴，效果与血随阴质有异曲同工之心妙，只是更慢更隐。哈哈，郡主，可否将你那护身符给贫道一观？
对阴邪之气的感应似乎更为敏锐集中，且外附之物竟在一定数上隔绝探测的效用。对方若想远程感应此时，或借此时反向定位郡主，怕是更难了。歪打正着，哈哈哈！桃猫博士的黑暗料理护身符居然被玄学大师认证了隔绝探测的隐藏属性。芝麻蜂蜜盐误打误撞形成了某种干扰层，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美食防御魔法吧？桃猫，不愧是你。对方投石问稳送玉佩具，有知郡主防身，短期内应不会再用此类温和手段。他们要么暂时潜伏，要么会设法破坏或绕开这密宝。那便让他们来，加强府内警戒，尤其是桃猫眼身边明松暗记。桃猫，今日尽量不要离身，也不要随便取下来给人看，记住了吗？记住了，这是桃猫和道长爷爷的秘密武器，谁也不给看，睡觉也带着。或许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下这芝麻球，对方若真想打他的主意，必然会再次派人接近。我们只需布好网，等鱼儿上钩，说不定能顺藤摸瓜，抓到更多把柄。夜黑风高，一辆可疑的有机围专车停在了镇国公府后巷，司机没有运送货物，反而留下了一个神秘的到付包裹，匿名的。等等，说好的毒药、暗器、诅咒人偶呢？怎么是三字经？连玄学大师都困惑了，难道真是送错地址了？有发现，书页有夹层。果然，正经人谁会把三字经用油纸包着塞墙缝啊？这里面肯定有鬼。剥开伪装，出现了。古典谍战手法，裱糊夹层，把秘密写在夹层里。外表看是普通书籍，这手法很有年代感，但也非常有效。密码情报，这手段相当专业。看来对方在传递下一次行动计划的时间和地点。对方在约人见面，或者交接新的货物。速报公公爷，一场针对镇国公府，或者说针对桃猫的新的秘密行动，已然在暗处排上了日程。而我们的桃猫此刻在做什么呢？嬷嬷，把凳子放这里，对，斜着放，还有这个蒲盆挡在凳子前面。门口就是第一道防线，看，这道防线集物理阻碍、减速豌豆和狭窄通道于一体，任何想强行闯入的坏蛋都得先过梅花桩和纸叶盘这关。这样，如果有人从窗户进来，铃铛就会响，诗诗就能听见。普斯诗诗8音期最喜欢的点心，还要到那芝麻的宝藏球护身。哎呦，桃猫将军，你这防御体系好像有点六亲不认啊。桃猫，这是何故？爹爹，桃猫布置的超级防御阵，门口有斑马锁和豆豆地雷，窗户有叮当警报，床上是安全堡垒，并期蛋肯定进不来。很有想法。不过豆豆地雷易伤及无辜，且不易清理。绊马索也需留出安全通道，以免误伤自己人，比如爹爹和嬷嬷。那桃猫把豆豆扫到角落，只撒在窗户下面。绊马索给爹爹和嬷嬷留个暗号通道。可桃猫，近日若在府中，尤其是花园偏僻处，见到任何生面孔或举止奇怪之人，尤其是靠近那棵大柳树附近的，不要靠近，立刻告诉爹爹或嬷嬷，记住了吗？记住了。发现可疑分子，特别是柳树怪人，立刻报告。哇！注意！注意！大型噪音飞行器接近目标，体型微重，飞行轨迹飘忽，他在采花粉。哦，是蜜蜂工人执行采蜜任务，无害。糟了，侦查员不慎发出声响，可能引起注意。虽然对方只是个园东。目标开始移动，方向竹林深处。该区域平日少有人质，符合秘密接头或藏匿物品的地点特征。目标行为：挖笋。桃猫侦查员，你是否判断失误？注意，目标在完成常规劳作后出现了可疑举动。锁定疑点，直觉告诉他，那块大石头就是关键。是去查看，还是立刻上报？初步探查，未发现明显异常，难道真是误会？桃猫侦查员有点沮丧。爹，报告！
发现柳树怪人，不是，是园丁爷爷，他在竹林大石头后面藏了这个。桃猫，你可有触碰里面之物？可有不舒服？没有打开，桃猫用手帕包着拿的。很好，知道用隔离物，安全意识深入骨髓。桃猫安全官，你是专业的。这是浸染了蓄以特定阴血混合，埋于极阴之地，酝酿至少7期49日，方能铁证如山，实锤了。这就是炼制血髓阴出的核心原料之一，而且必须新鲜酝酿。这说明在镇国公府内就有一个秘密的阳谷点，而府中的园丁负责的传言内鬼。很好，竟将爪子伸到本宫府内，还安插了人。那园丁在府中已有10年，必须立刻控制此人，顺藤摸瓜，找出府内其他可能的暗桩，以及他们培育引魂土的地点。那地方必然阴晦之气极重，且靠近水源或地脉。立刻秘密讨拿流浪妖小账也即将暴露小。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小侦查员桃猫。在竹林深处，靠近一段废弃的排水暗通的潮湿泥土下，挖出了一个埋藏的陶瓮，里面正是大量类似的引魂土，还混合着一些古怪的草药和骨粉。那里阴气极重，且靠近水脉，符合培育条件。桃猫，你又救了爹爹，救了整个府里的人。若非你机警，此患不知要潜伏到何时，酿成何等大祸。桃猫是侦查员呀，侦查员就是要发现坏蛋。爹爹，那个旧书密码和园丁爷爷藏的臭臭土是一伙坏蛋吗？他们是不是要干更大的坏事？经过昨日的内鬼惊魂，镇国公府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安全大清筛行动，目标找出府内任何可能藏囊的第2个油纸包、第3块松动石板，以及一切看起来不像石头但可能是石头的可疑物品。报告，发现不明带刺球形生物，疑似新型暗器，有陈年鸡毛味和一点点汗味。需不需要送去给道长查验？桃猫3年前的剑子列为气味可疑物品，这安检标准已经细致到分子级别了。异色、异形、异香，高度可疑，需立即销毁。看，这就是原则，哪怕是自己当年偷藏没吃完的战略储备，只要符合3亿标准，也绝不姑息。刘老船，你是自己说，还是等本宫帮你回忆？那引魂土从何而来？送往何处？与何人接头？国公爷，小的就是捡了块奇怪的土，觉得稀罕，藏起来想瞧瞧。小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此符专破迷障，镇心神，在老道面前还要装神弄鬼吗？小的只是最外围的泥土，拿钱藏东西，每次都不一样。有时是夜里丢进墙根的石头，有时菜市口第3棵槐树下划的记号。小的真的不知道背后是谁。线索似乎又断了。紫3克，浣衣菊冬，柳白衣皆。思路是对的，用3字经当密码本，但方法错了，孩子。这密码肯定不是简单的第几页第几个字，那太容易被反向破解了。柳树，白衣人。接东西，时间是紫3克。哦，难道我们的小侦探真的用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误打误撞破解了？桃猫知道坏蛋要干什么啦！爹爹，你看，柳是柳树，白衣是穿白衣服的人，接是拿东西，紫3克是晚上那个很晚的时候。所以密码的意思是，今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在浣衣鱼东边的坏蛋要去接一个东西。确认过眼神，是被上撵人费劲巴巴推测的信息，被一个3岁半孩子用画画和联想轻松搞定。桃猫，那你觉得这个穿白衣服的坏蛋要去接的东西会是什么？肯定是更坏的东西，比臭处还坏，说不定是能让人一下子变成大傻子的超级臭臭粉，或者是能控制人跳舞的痒痒虫。桃猫分析的很有道理，所以今晚爹爹要去抓住这个白衣坏蛋，截住他的坏东西。桃猫要乖乖待在府里，和嬷嬷在一起，哪里也不要去，能做到吗？爹爹要小心，白衣坏蛋可能很厉害，要不要把桃猫的芝麻眼睛借给你？它能发热报警。总指挥爹爹即将出征。后勤部长桃猫紧急筹措军用物资：核桃酥、杂仁、辣椒粉、辣眼睛、八音盒，让它悔过。终极装备：桃猫手绘开光，爹爹无敌护身符。爹爹，给你桃猫支援包，里面有打坏蛋的东西，还有桃猫画的无敌符，你带着肯定赢。呵呵。好，爹爹一定带着桃猫的支援包，把坏蛋抓回来。好了，最强外挂已装备，带着女儿的爱与和舞的爹爹，今晚战力加10086。
子时3刻已到，对方依旧未出现。来了，不是从陆路，又是水路。看来对方吸取了上次快递员被栽的教训，换了更隐蔽的送货方式，警钟前渡。看，他来了！虽然此白衣非彼白衣，但桃猫的破译在核心要素上完全正确，时间、地点、人物特征、行为全中，神了！就是现在，天罗地网，收！别动，完美合围。白衣人已成瓮中鳖，看来今晚的行动可以完美收官。垂死挣扎，想把货物当作烟雾弹或炸弹丢出来制造混乱。人跑了，但货……好了，让我们看看对方不惜用一个死士和提前暴露密道也要送出来的货物，到底是什么宝贝？这难道是观星台地下的藏宝图？不是藏毒图。血池丹心室，光是名字就透着浓浓的血腥与邪恶。这图纸是无意中流出的，还是有人故意送出来的？实锤了，幕后黑手的身份之一浮出水面，西南黑煞教，而且地位极高。持此令者，可在号令七教中潜伏于各处的案子，也可开启某些特定的禁地或机关。此物怎会出现在此？国师与这个邪教果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警告，也是诱饵。警告我们，他们的势力与准备远超我们想象。诱饵是图纸和令牌丹仙室，那里或许有我们的确凿证据，或许是龙潭虎穴，去了就回不来。抉择时刻，前进可能是陷阱，是毁灭；后则永无宁日。女儿将一直活在威胁之下。这就是他要守护的一切。为了这片宁静的睡颜，龙。诗诗芝麻球，你们听好了，爹爹不在家，桃猫就是最大的。我们要把家看好，等爹爹带着大糖族回来。第一，要听嬷嬷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捣乱，尽量不捣乱。第二，要继续加强防御工事，不能让坏蛋觉得爹爹不在就可以来偷家。桃猫，你可以的，你是最棒的小安全官，是爹爹的。代理大将军。好了，就职演说和自我激励完成，桃猫代理大将军正式走马上任。虽然手下只有一师一球，但气势这块拿捏的死死的。看，这就是责任感的力量。一夜之间，小皮猴似乎就成熟了一点点，开始努力像个大人一样约束自己。这是这个比铃铛响，坏蛋一开窗，碗掉下来，哐当，全府都听见。这是指挥部，插上军旗，敌人就不敢靠近了。就在前方指挥官爹爹潜入敌后时，后方首席科学家玄清也进入了紧张的闭关攻关阶段。有反应，令牌与图纸上的特定位置产生了微弱的能量共鸣，这说明令牌很可能是开启或控制血池区域某些关键机关的信物。这发现至关重要之。能短暂的稳定并显现这种能量连接，只要我能将这些节点和线路完整的复刻下来，说不定就能。好精妙的写阵，以血池为眼。科研结果不容乐观，敌本部难度评级地狱级，阵法复杂，陷阱重重。但愿郡主的天真福运能必有其福，逢凶化吉吧。这步伐，这眼神，这气场，如果忽略身高和婴儿肥，简直和顾北城有7分神香。郡主安好。好好扫地，注意有没有奇怪的树叶和石头。站住！没有异响，到吧。安全检查，无毒，就是淘米水。厨娘的心理阴影面积+1。嬷嬷，发现可疑大型毛绒生物在爹爹说的投递点附近徘徊，是不是新的动物信使？喂，你是不是坏蛋派来的？是就眨眨眼，不然就喵一声。郡主，那是丞相府里的老猫了，最喜欢在那儿晒太阳。再坚强的小将军，爹爹现在在干什么呢？也会有疲惫和想念的时候。安静的午后，思念开始蔓延。警报！芝麻球顾问大地之眼发出预警，感应到不明能量波动或强烈恶意，没有可疑人物，没有异常声响，但雷达明明在，这感觉比看到敌人更让人毛骨悚然。嬷嬷，道长爷爷，芝麻球又烫了，有坏蛋，看不见的坏蛋！
不仅仅是芝麻球，连玄清刚刚解析出的与血池相关的能量图谱也产生了反应。这说明可能就是来自观星台血池方向的一次强烈的能量爆发或邪恶仪式。能量共鸣，而且如此剧烈，莫非国公爷他们已经触动了血池的核心禁制，或者对方正在启动某种需要巨大能量的邪恶仪式？道长爷爷，爹爹是不是有危险了？芝麻球烫是因为爹爹在打很厉害的大虫子，对不对？郡主莫怕，此时发热，或许正是感应到国公爷在奋力除魔，正气激荡所致。就像火把烧得旺，旁边也会觉得热一样，未必是来自成年人的善意的谎言。那爹爹一定会赢的，对不对？和对无敌符的信仰，爹爹带着桃猫的唯一的精神符呢。对，国公爷神勇无双，又有郡主福运庇佑，定能化险为夷。郡主先回去休息，老道需静心推算，看能否为国公爷略尽且拿。桃猫代理大将军正在用他最虔诚的方式为远征的父亲祈福。天上的神仙爷爷，地下的土地婆婆，树上的鸟宝，水里的鱼伯伯，请你们保佑桃猫的爹爹平平安安，快点抓住大虫子回来。桃猫可以3天不2天不吃糖果。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对父亲的担忧，对未知的恐惧，让不在3岁半的孩子早早尝到了爹怀里就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宝贝了。看，那眼睛又睁开了，而且光芒更甚。桃猫下午感应到的能量波动源头就在这里，对方进行的仪式或工程显然进入了更关键的阶段，或者遭遇了强烈的干扰。真正的风暴正在那高塔之下汹涌澎湃。时不与叔叔的快递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安全识别，接收成功，情报已转交，效率惊人。惊天密道，对方不仅通过宫北地道，还可能拥有一条从西南老集直通京城外围的超长距离的秘密补给线，怪不得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原料和人手。这条密道可能就是破局的关键。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地下暗河西北山中，这就对上了。国公爷手中的图纸，那条水脉很可能就与这西南来的暗河有交汇。快，立刻设法将此消息传给国公爷。不，国公爷潜入敌后，联络不上。经过一夜的煎熬与成长，桃猫代理大将军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他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和防守了。道长爷爷，桃猫在家里等，帮不了爹爹。桃猫的芝麻眼睛能感觉到坏蛋，对不对？郡主的意思是，如果桃猫带着芝麻眼睛去靠近那高高的坏的塔点，芝麻眼睛是不是能更清楚的造办坏蛋在哪里捣乱，或者帮爹爹找到回家的近路？提出了异想天开却又暗含玄机的计划。郡主，你可知那外面有多危险？桃猫知道危险，但爹爹更危险。桃猫创造不怕，桃猫是代理大将军，保护家。中间是一个年仅3岁半却拥有特殊雷达和惊人勇气的孩子。郡主，你的芝麻眼睛或许能感应，但外面世界很大，坏人很狡猾，而且我们不知道国公爷具体在哪个房间，光靠近那座塔可能没用，反而会惊动更大的坏蛋。那我们不靠近塔，我们去那个水洞。道长爷爷信上说那个洞能通到坏蛋家后院，对不对？坏蛋用洞运货，爹爹说不定也在洞里。我们去洞口，让芝麻眼睛感觉一下洞里面的风是香香的爹爹风，还是臭臭的坏蛋风。我的天，这孩子的战场直觉是开了天眼吧？科学家的 CPU 正在疯狂运算，评估这个同质版洞穴探测计划的可行性与风险。结果，风险依然极高，但收益获取关键情报的可能性巨大，且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此事凶险万分，郡主必须答应老道3件事，否则断不可行。第一，此行一切行动听老道与嬷嬷指挥，不得擅自离队，不得触碰任何不明之物，尤其是洞内物品。是，长官，桃猫保证听话，只看不动。第二，若芝麻球有异，无论发热、发凉或你感到任何不适，必须立刻告知，我们即刻撤回，不得有误。芝麻眼睛一打报告，桃猫就打报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此事绝密，除你我、嬷嬷及少数必须同行的护卫外，不得对任何人泄露半字，包括你不说梦话也不说，梦里也捂住嘴说。行动第一步，更换皮肤，从锦绣郡主皮肤切换为乡下丫头皮肤。嬷嬷，这个衣服没有桃猫的软。我的小祖宗，这是为了不让人认出你来。来，把脸也弄脏点儿。皮肤更换完成，团队皮肤同步更新，奶妈抹膜治疗玄清郎加输出坦克暗卫们。道长爷爷，你现在是卖糖丸的爷爷吗？是看病的郎中爷爷。郡主，出了门，老道是你陈爷爷，嬷嬷是你阿婆，你是小丫，莫要叫错了。行动开始，桃猫特别行动小组乘着战略坐骑小毛驴，低调离开基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隐蔽性完美。
对于从未以平民身份出过门的桃猫来说，这趟出差的开头简直像春游，看什么都新鲜。第一道关卡，城门顺利通过，正式进入野外高级副本西北山区，环境 DB buffed， 黑暗、未知、潜在危险。桃猫雷达，请开始你工作。根据导航，已抵达目标区域附近，请雷达开始扫描。桃猫雷达开机，扫描目标，地脉能量异常，特定气息。陈爷爷，芝麻眼睛好像有点点凉凉的，还有一点点像青草被踩烂的苦苦味道，不是很清楚，像张以伦变彩兰的腐败中带着生机的怪异气息。这说明地下确实有东西，而且能量通道可能真的经过这片区域。好像是那边。Bingo！ 发现疑似副本入口，桃猫雷达首战告捷。糟了，触发警报了！听着声音，像是虫群。退！是手动的阴尸虫，快退到上风口！阴尸虫，属性毒，飞行，集群，怕特定药物所烟火。幸好我们带了驱虫剂，不然开局就团灭。深夜，一个被杂草和落石扮演的洞口前暂时形成僵持，但药粉有限，虫群似乎无穷无尽，必须想办法脱身或解决虫群。就在这时，陈爷爷，他们好像不喜欢桃猫身上的味道。哦，难道误打误撞，这桃猫牌体味成了新的驱虫剂？小鸭，把你怀里那块芝麻糖拿出来，弄碎一点，混在药粉里。成功了！桃猫秘方加强版驱虫粉效果拔凉，看来虫群不仅怕药，更讨厌这种复杂混乱的、充满生命与食物腐败气息的怪味。暂时脱离接触，但任务陷入僵局。此地守卫森严，且已惊动，对方必会加强戒备，甚至转移。我们不能再靠近了。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回去吧，等国公爷的消息。陈爷爷，我们不进去，但是芝麻眼睛刚才在洞口好像听得更清楚一点点了。虽然还是隔着被子，如果我们能找到另一个离坏蛋家更近，但是门卫没那么凶的窗户呢？天才的迂回策略，既然正门进不去，那就寻找防守薄弱的侧窗或通风口。以此为圆心，我们分散开，但必须在彼此视线或信号范围内，以郡主为中心感应器，沿着山势和水脉走向，缓慢移动。一旦郡主感应到类似或更强的凉苦味，立刻标记位置。好了，新计划出炉，化整为零，拉网侦查，以桃猫为移动感应塔，对这片山区进行地脉能量异常普查。这活儿比硬闯更需要耐心和运气。只有水凉凉，石头有点闷，但不是那个味道。这里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苦苦草的味道，但是被很浓的烂叶子味道盖住了。比洞口那里淡好多好多。发现第一个能量异常点，疑似 B 级。漫长的一夜即将过去，收获不大，但希望未灭。疲惫席卷了每个人，尤其是我们年仅3岁半的主机桃猫，已经快要电量耗尽了。看，铜管瞬间结霜，地下温度极低。且阴气浓重到实体化，这验证了桃猫的感应。陈爷爷，那里是不是关着很多被大虫子咬疼的人？他们是不是在喊救命？孩子用最直接的方式理解了怨念的本质，痛苦。造孽呀，真是造孽！国公爷他……晋升，事已至此，更需谨言慎行。国公爷吉人天相，我等需从长计议。陈爷爷，我们找到坏蛋的窗户了，对不对？虽然窗户后面很可怕，但是是不是就能帮爹爹找到进去的路，或者回到堵上，不让再干坏事了？这孩子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展现出惊人的韧性。郡主所言正是关键，知其所在，方能谋定后动。堵窗或开窗，皆需周密计划。我们快点回家。无论外面多么可怕，永远是孩子心中最安全的港湾。从高危污染区返回，必须进行严格的生化洗消。实验失败了，但也成功了。失败在于未能排斥建立联系。恰恰说明
那个方向存在着能与此时产生深度能量纠缠人的源头。用核心存在强关联，且爹爹我宫中也若带着令牌已身处风暴最中心，这消息好坏参半。或许手握情报，知晓危险，却因种种限制而无力施以援手，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前线勇士的智慧、勇气以及那虚无缥缈的运气。白天的恐惧和对爹爹的担忧在梦中交织成恐怖的画面。大地之眼似乎在自主地对桃猫的恐惧做出了反应，散发温和的能量，试图安抚他受创的心神。这石头越来越有灵性了。我在观星台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血池，国师与黑萨教关系密切。时不语的密信中提到了山中地狱工厂，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完整图景逐渐清晰。西南黑萨教国师观星台下血池，山中地狱工厂，地下秘密通道网络。这是一张覆盖皇宫与经济的巨型邪恶网络。道长，是否立刻调派我们能动用的所有人手，秘密封锁那片山区，同时加强对观星头的监控？若国公爷在里面需要支援，或我们至少能切断其内外联系。不可，一来我们人手不足以完全封锁山脉，打草惊蛇，对方可能狗急跳墙，对国公爷不利，或启动更极端的计划。二来，观星台地位特殊，无确凿证据，陛下不会允许我们煽动。当前首要是确保绝对安全，并设法与国公爷取得联系，哪怕只是一丝信号。嬷嬷，山里那些被关着哭的人，是不是都吃不到糕糕了？不会的，不会的，有国公爷，有玄清道长，有很多好人会去救他们的。你要好好的吃饱饱，睡好好，才有力气等国公爷回来，一起想办法，对不对？诗诗，你也吃一点，我们都要吃饱饱，等爹爹回来一起去救哭哭的人。他将等待和赐予的联系起来，重新找回了内心的支点。桃猫将军正在从创伤中缓慢恢复战斗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的勇士历经艰险，终于抵达了恶魔的心脏，代价是惨重的，但他们成功潜伏下来，看到了核心机密。活祭，他们在用活人祭祀血石，这邪恶已远超权力政争，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顾北城的愤怒与杀意已至顶点。贫道奉家师之命前来探望郡主，听闻郡主前日似乎受了些惊吓，家师特备安神定经的符水一道赠与郡主。却是上好的凝神符水，国师大人费心了。只是郡主年幼，经不得猛药，此符水药力精准，待贫道以温水化开，分次服用为宜。家师一番心意，如何用，自是府上斟酌。另，家师近日夜观天象，见地星晦暗，克星犯主，京城恐有灾殃，嘱托贫道转告，请府上近日紧闭门户，小心火烛，尤其看顾好年幼体弱者。直接指明桃猫。多谢国师大人提点，镇国公府上下自当紧守门户，静待天时。也请国师大人保重贵体。从今日起，府门加双岗，夜哨再增加1倍。现在整将成为一个真正的滴水不漏的堡垒。嬷嬷，爹爹什么时候回来呀？天象是不是很坏了？快了就快了，国公爷是最厉害的大将军，什么坏天象都不怕。等他把乌云打散了，就带着大唐会回来啦。善意的谎言显得如此苍白，但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当常规防御失效，他将动用禁忌之势进行最后一搏。这无关胜负，只为守护。爹爹，快点回来！爹爹一定要赢！桃猫和诗诗还有芝麻眼睛都在等你。在风暴的最中心，最弱小的孩子，用他最纯粹的爱与信念，进行着最后的守望与祈祷。最高级别警报，桃猫雷达遭遇 EMP 灵魂脉冲。道长爷爷，救命！芝麻眼睛要炸了！爹爹出事了！这哭喊凄厉的能穿透最深的夜幕，也惊醒了整个沉寂的镇国公府。最坏的预言成真，是敌方的终极一批邪恶仪式完成了，就在观星堂方向，能量冲天，大凶之兆。这意味着无数生命被献祭，意味着某种通往阴间或深渊的门被强行打开，也意味着身处其中的顾北安凶多吉少。看，邪恶在向世界展示他的力量，
整个京城都被这地狱般的光芒惊醒了，全城瞬间骚动起来，狗腹、马嘶、孩童液啼声响成一片。这轻轻一问，比任何嚎哭都更让人心碎。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他在以自身兽身和道经为燃料，强行推动这个超出他能力范围的禁术。大小护送郡主和嬷嬷去最安全的地下密室，老道要去给那阴门送上一份大礼。道长爷爷不要一个人去，桃猫不要躲起来，桃猫不再已经是被保护者，他要成为参与者，哪怕是以最微弱的方式。这一刻，英雄诞生了。爹爹教过，不是因为力量，而是因为想保选择。护的人就不能怕。桃猫要保护爹爹，保护道长爷爷，保护嬷嬷，保护大家。这份勇气足以照亮任何血神。桃猫将军，你现在是行走的不稳定的人性化精确制导炸弹了，祝你好运。你带一半人手护送嬷嬷和其他人去密室，另一半最精锐的跟我们走。不要靠太近，在外围侧影，制造混乱，吸引注意力。若势不可为，优先带郡主离开，不用管我。门内是生离死别的哭泣与牵挂，门外是吞噬一切的无边黑暗，但他们义无反顾。呀，唐人爷爷的摊子翻了，小猫找不到家了。这份未被污染的天真与他即将面对的地狱形成残忍又心酸的对比。下面，味道从下面钻出来的。神看来不必硬闯守卫森严的观星球正门，有希望从这里偷渡进入地下网络。发现隐藏副本入口，邪恶下水道气味限定版，空气质量剧毒，但这是唯一的捷径。陈爷爷，这里的味道比夏天放馊的绿豆藏拌了臭豆腐还难闻，这边更浓更苦了，哭哭的声音好像也近了一点，像好多人在隔壁屋子小声哭。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无限接近那个地狱般的核心——血池。嘘，侦察小队抵达最佳观测点——血池通风口。这就是血池，比想象的更邪恶，更宏大。那些连接天地的光带，就是阴门的能量通道。破坏这里，就能斩断通道。对3岁半孩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但爱战胜了崩溃。郡主，看那里，光最亮、味道最冲的地方，芝麻眼睛是不是也最想往那里跑？那是维持整个邪恶发展关键节点，打掉它，事半功倍。进入人蛋合一的终极瞄准状态。父女连心，师徒默契，在此刻完美展现。就是现在，想着那个地方扔出去。桃猫牌精确制导反邪恶竞技炸弹已发射，目标锁定，3、2、1。圣光净化爆炸了！玄清炼制的炸弹以大地斗心之眼为核心，融合了至阳至正的破邪之力，专门克制这种阴邪能量。这不是破坏，是格式化。爆炸结束，战场清理净化完毕，邪恶势力土崩瓦解。现在是时候团圆了。他的女儿
在那个最危险、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是幻觉，还是奇迹？他们拥抱了，在血池的边缘，在废墟之上，在刚刚平息的地狱里，这是跨越生死的重逢。桃毛，桃毛，爹爹的桃毛，没事了，没事了，爹爹在这里。爹爹，流血了，疼不疼？桃毛，桃毛帮你呼呼。桃毛有无敌符，给爹爹贴贴。一个眼神，一次点头，男人之间无需多言。谢谢你护我女儿，谢谢你助我破敌。道长爷爷，你也受伤了，你痛不痛？无妨无妨，老道这把老骨头还撑得住。倒是郡主此番立下了不世之功啊！国公爷，此地不宜久留，漩涡虽弱，但恐有余孽。且那石门之后，是的，战斗还未彻底结束。头顶的漩涡虽在关闭，但未。呀，芝麻眼睛炸没了！非是炸没，而是与那制邪之物同而于尽。其最后一点先天灵性似乎被净化后的能量场拖着，滞留于彼处，与这正在关闭的门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平衡。芝麻眼睛，回来，桃毛在这里。此门之后，必是国师老巢与最终秘密。头顶门户将闭，此地不可久留。我们坏我百年大计，你们全都留下陪葬吧。好了，不用纠结了，最终 BOSS 被逼出泉水，主动开团了。国师卸下了仙师皮肤，换上了入魔最终形态皮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本座就说，大地之眼沉寂100年，何以突然苏醒预警？原来是你！你这孽障，身负天道一丝垂青，竟敢屡次坏我好事！你才是孽障！你是放臭臭虫欺负姑姑的人，还弄脏天空的最大臭虫！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孽障！本座今日便抽了你这身天道眷顾，炼成天命骨，补全我神功最后一块薯片。芝麻球检测到宿主桃猫遭受高浓度邪恶精神攻击，防御反击协议强制启动。怎么可能？区一点残灵，竟能伤我万邪眼？属性克制，真实伤害，这就是版本压制。你装备再好，技能再炫，遇到属性天克也是白给。虽然芝麻球只剩1点灵性，但气势上不能输。芝麻眼睛，打那个臭虫的眼睛！场外指导，专打眼睛。国公爷，大地之眼灵性未泯，且与国师如何能助我们？国师体内蕴含着灵性最厌恶的邪力，如何做？需要郡主全力呼唤吸引那灵性，同时需要国公爷以自身气血或那长老令为引，刺激国师，让他爆发最强的邪力去冲击那灵性。邪力越强，灵性反击越强，可能撬动的门户彼端之力就越大，但风险……老匹夫，你的黑撒教早已是昨日黄花，这令牌便是你勾结邪教残害生灵的铁证。今日本宫便以这证物送你上路。狂妄小辈，给我死！郡主，就是现在！想着芝麻眼睛，想着让他回家，用最大的声音喊他。芝麻眼睛，回家！桃猫想你了，快回来！不可能！这是真正的天道气消，一丝垂青。防止复活，从源头解决问题，这服务周到。芝麻球任务完成，能量耗尽，选择回归最初的宿主，桃猫体内温养。OK， 战斗过去了。MT 大巴有胎数玩偶，极度在恐惧情感释放。这个拥抱比上次一次更强力和颤抖。邪气进去，至于最精纯的阴属性能量结晶，倒是难得的炼器材料。可惜那法杖和寿梨是彻底没了。后面是国师的丹庭书房和仓库，大部分已被雷霆余波摧毁，但一些书籍玉简似乎因材质特殊得以保存，只是内容需查验。爹爹，
芝麻眼睛好像真的没了，它钻到桃猫脑袋里去了，会不会在桃猫脑子里发芽，长出新的芝麻眼睛呀？不会发芽，它只是累了，在桃猫这里休息。等它休息好了，说不定哪天就自己出来了。郡主服元神于内，或许亦是郡主的一桩造化。副本通关，但出本的路并不好走，有塌方，有积水，需要土木工程挖开和越野攀爬。孩子需要确认胜利，我们赢了，对不对？来安抚自己经历的所有恐惧。天空也干净了。是的，我们赢了，赢得彻彻底底。赢了，桃猫是最大的功劳，没有桃猫，爹爹可能就回不来了。在父亲的肯定和怀抱中，小英雄卸下了所有蛋，陷入最深最沉的睡眠。国公爷到场，看到出口了。对于我们的桃猫将军来说，他现在只需要一场漫长安稳的睡眠，和醒来后爹爹承诺的那根最大的糖葫芦。大人们可没空休息，指挥官爹爹啊和参谋长道长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紧急会议。昨夜天象，全程目睹，陛下必会严查关星雷废墟、地宫痕迹，还有国师离奇失踪，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国公爷以身犯险，探查邪教阴谋，于地宫中与探最终邪不胜正，妖人伏诛。此说虽未尽其实，也勉强说得通。好了，官方通告1.0版在编导中。毕竟我女儿换天雷死了国师这种报告，皇帝看了可能会觉得你疯。也只能如此。郡主受惊之事需严格保密，对外只称前次中毒后身体反复，需静养。老奴明白，绝不让任何人打扰郡主。时不语回来了，移至城外，正在处理尾巴。他还带回了一个人，可是西南关键证人，让他从密道入府，吩咐下去，准备一间静室，要隔音的。梦境的终极奖励预览，爹爹的平安和承诺中的最大的糖葫芦。检测到宿主精神平稳，系统自检中，能量源天道之眼残存灵性状态，休眠融合中，融合进度0.1%，预计完全融合时间未知，新功能枷锁要素5。等等，这是什么？这画风突然从仙侠挑到体内有个养成系统了。谁在说话？是芝麻眼睛吗？你变成桃毛脑当个小闹钟啦？定义更正，非小闹钟，是共生物灵体初级态。当前指令：保护宿主，加速融合。重复温馨提示：多吃饭，多睡觉。吃饭、睡觉，身体对系统请提示做出了最诚实的反应，睡得更香了。至于融合系统什么的，等睡醒了再说吧。当前优先级补觉。国公爷、道长，幸不辱命。这是以邪法保持肉身不腐，魂魄被禁锢于体内的尸魁，而且看这纹路和残留气息，与国师同出一源。此人莫非才是真正的黑色教长老？国师是他的分身或移植体。如此说来，国师伏诛，此料亦离死不远，但其存在便是铁证。时不语，你可能确保此物在需要时还能说话。属下用了教中密药，邹州吊着他一口气，短时内且从其老巢不少往来新进与张局炼，皆指向京城关星城。接下来就是选择何时以何种方式向皇帝上菜了。小闹钟，你还在吗？在系统兼容性和吃饭之间，毫不犹豫选择了吃饭。这是对系统温馨提示的忠实执行。我的小祖宗，你可算醒了！饿不饿？渴不渴？身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头疼不疼？眼睛花不花？嬷嬷，桃猫饿，想吃好多饭，觉得吃饭的小闹钟虽然不说话，但建议中。好，嬷嬷这就去给你拿，早就备着呢。你坐着别动，嬷嬷让他们端进来。看，我们另一位伤痕累累的英雄爹爹也回来了。这就是家的意义，是战士拼死守护的根源，无需言语，一个拥抱足以治愈一切。爹爹还疼吗？爹爹，最大的糖葫芦呢？爹爹不疼。至于糖葫芦，看，爹爹没骗你吧？来了，史诗级任务奖励，超级 Plus 芝麻巨型糖葫芦。诗诗，看，爹爹给的奖励，最大的糖葫芦，这是我们一起打败大臭鄙虫赢来的，有你一份。嬷嬷，你也吃，你给桃猫做饭，陪桃猫睡觉也立功了。爹爹，我们以后是不是都不用怕臭虫了？天空也干净了，对不对？
最大的臭臭虫已经被打跑，天空干净了。以后爹爹也会保护好桃猫，不让和任何臭臭虫冲发近，安心睡觉。这是父亲的承诺，比任何胜利宣言都更有力量。来自灾后调查组的初步报告：国师及其座下弟子尽数失踪于废墟之中，现场有激烈打斗与雷火焚烧的痕迹，疑似天谴。结论倾向天谴，这是最省事也最能让皇帝和天下人接受的解释。镇国公昨夜何在？他前番屡次提及国师有意。镇国公昨夜在府中，其女病弱反复，府中上下皆可作证。今朝顾国公已递了请罪帖，言及提前督察知府血痕。这是京城受灾劝和，但也忌惮甚至庆幸除掉了孤调时这个越来越不受控制的仙师。传朕旨意，国师侍奉不力，致使天象有异，惊扰圣驾于百姓，其身继目，不予追究。着令钦天监暂管观星阁，清理废墟，详查缘由。令镇国公劳苦功高，其女体弱，特赐宫中秘制药材若干，令其安心静养。昨夜之事到此为止，不得妄议。顾北江，天谴。表面风波暂平，但猜疑的种子已经埋下。皇帝与权臣之间那微妙的平衡，因为天谴事件出现了新的危险的裂痕。这只是暴风雨后短暂的宁静，还是更长久和平的开始，尚未可知。出现无法用风吹解释的植物运动现象。是巧合，还是共生辅助灵体融合带来的对植物微弱的亲和力或影响？动一下，动一下。实验验证成功，桃猫将军似乎解锁了极其微弱、时灵的植物沟通能力。这大概是大地之眼灵性融合后带来的第一个被动技能或副作用。能力测试结果，效果极其微弱。不稳定，似乎对死物或有灵性但微弱的东西有一点点用。小闹钟，你睡着了吗？今天桃猫让小花花动了哦，是不是很厉害？此物能量精纯，若运用得当，或可炼制出一些有奇效的器物，比如能预警阴邪或辅助修炼的清心佩。郡主如今体质似乎也有些微妙变化，或可备上一件。有劳道长。另外，十不语带回的那个人，须得找个稳妥的地方安置，既不能让他死，也不能让他逃，更不能再为祸。贫道省得，镇国公府地下或许可以改建一处。新的棋局已然在静谧的夜色中铺开。新的旅程，最大的危机已然过去，但生活与成长永不停止。芝麻眼睛别闹，让桃猫再睡一会儿，就一会儿。提示：早起有行动分析，厨房正在制作蜂蜜桂花糖糕，第一笼出炉时间预在30息后，继续沉睡，将有错过新鲜糕点的风险，风险评估较高。叮，系统较早服务启动，目标人物桃猫，任务用美食唤醒它。桃猫醒了，以蜂蜜桂花糖糕为突破口，取得圆满成功。宿主桃猫顺利开机，果然对付桃猫，美食永远是最佳催化剂。叮咚。进食速度过快，有噎歌风险，建议细嚼慢咽，每口咀嚼次数建议不低于20次。当前监测平均咀嚼次数8次，警告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消化吸收。提示：均衡膳食有益融合，检测到当前摄入主要为碳水化合物与糖分，建议增加蛋白质与膳食纤维摄入。目标：旁边那碗鸡蓉小米粥。消极怠工，消极抵抗开始，用慢动作进食来表达对健康食谱的无言抗议。桃猫博士开始了他的第2次植物微操能力测试。实验失败，桃猫博士遭遇了科研路上的首次挫折。小蚂蚁立正，向后转，齐步走。目标错误，蚂蚁用行动表示不听，王八念经，并灵活走位逃脱魔掌。看来能力目前仅限植物，可能还得是特定的。好了。系统给出了官方能力说明：刷风与微弱生命体进行干涉极低，技能输出不稳定，控制精度不足，建议多进行放松愉悦的精神活动，如被动触发型，需要心情好才能提高概率。总结：别强求，随缘玩。桃猫要玩得开心。看，这才是系统建议跟打开方式。忘掉测试，享受当下，快乐玩耍。宿主对系统更新 UI 界面毫无兴趣，
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唐画龙云的怀抱舒适度上。小郡主，国公爷回来了，还带了东西给你哦。糖衣炮弹内传是全天下最好的爹。超额完成。现在难题来了，总指挥官也就是爹爹，功劳最大，但奖品是爹爹带回来的，总不能把爹爹自己的东西奖给爹爹吧？爹爹，你辛苦了，桃猫喂你吃，这个算桃猫请你的。看，在完全放松、无意识的状态下，植物广义微操能力被触发了。宿主从测试者转变为围观群众，心态放松，纯欣赏。桃猫结束了它和平而有趣的一天。能力什么的随缘就好，快乐最重要。小猫咪和妈妈一起数星星，1颗、2颗、3颗。睡吧，爹爹在这儿。这句话比任何护卫都让人安心。爹爹在，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睡前系统汇报成了新的仪式。小闹钟报告，今天桃猫吃了糕糕，喝了粥粥，追了蝴蝶，看了豌豆跳舞，还为爹爹吃了糖葫芦，玩得很开心。他或许还有很多政务要处理，很多危机要策划，但此刻守护女儿的安睡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事。这就是暴风雨后最珍贵的平静。父亲的守护，体内的伙伴，寻常的快乐，组成了桃猫此刻最安稳的幸福港湾。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哎，看来某人是不想吃冬季王婆家第一炉的酥的掉渣的黄金芝麻饼，和西街李记那碗浇了厚厚枣泥的杏仁酪了。可惜，只好我独自享用了。要吃，桃猫要吃，饼呢，烙呢，爹爹不许独吞。美食唤醒程序运行完美，宿主桃猫强制开机成功。谁家小姑娘日上3竿还不起？再不起，饼可都凉了，烙也凝了，不好吃了。嚯，爹爹开始拿酱了。美食当前，考验定力。显然，桃猫的定力值为负。咔，真香，真酥。不过早上起来是不是应该先喝点清粥养养胃，再吃这些油腻甜食啊？粥粥没味道，桃猫要吃饼，吃了清粥严重损害了本次早餐交易的核心体验。哦，那算了，嬷嬷把饼和烙都撤了吧，给小郡主盛碗粥，要满满1大碗。爹爹好，爹爹，天下第一好的爹爹。桃猫喝半碗，不喝3口粥粥，就吃1口饼饼，好不好嘛？3口粥换1口饼，这买卖为父有点亏啊。谈判进入讨价还价环节。奴口5口粥换1口饼，再加1小勺烙。这已经是桃猫陛下在健康问题上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哎，好吧，5口粥换1口饼和1勺烙，不过要说话算话，先把粥喝了。喝完了，饼烙，快给！这执行力堪称商业典范。左翼小花，前进3步。沙场点兵，桃猫将军的花园军事演习正在进行。虽然士兵们不太听话，但将军的架势十足。施将军，随我冲锋。桃猫将军，末将在，参见大元帅。桃猫将军迅速进入状态，向大元帅敬礼。虽然造型有点垮，但态度满分。左翼为何如此松散？阵型不整，士气低落。此时圆滑，如何坚守？一推就滚！面对爹爹的专业质疑，桃猫将军的指挥逻辑瞬间崩溃。这个左翼他昨晚没睡好，右翼他虽然圆，但是重，敌人推不动。爹爹你耍赖，他们又不是真的兵。
桃猫将军午睡方醒，决定对敌方主帅发动一次奇袭，目标爹爹的胡子。上有灰，想帮你拍拍。紧急启动应急预案，编造借口。虽然这个借口拙劣到3岁小孩都不会信。敌军主帅发动胡子扎脸反击，效果拔棒，桃猫特工瞬间破功，奇袭行动已被反蹭宣告失败。父女拌嘴打闹第3回合，桃猫再次败北，但收获了快乐。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爹爹回家，还带着贡品。今天在学堂有没有好好听先生的话？有没有调皮？听了，还桃猫最乖了，爹爹快给我。桃猫开启了敷衍式表功模式。浇花，我看花园东角那株茉莉叶子都快被你浇秃了，这也是帮忙？哎呀，爹爹，那是不小心的嘛。桃猫知道错了，糖葫芦要化啦。终极武器在启动，桃猫嘛，道理讲不过就发动终极武器，撒娇耍赖。不要嘛，我不要上学。桃猫，上学是好事，能识字明理，还能认识新朋友。你看，爹爹小时候也要上学的。不要，学堂里没有爹爹，没有嬷嬷，没有诗诗，只有熊熊的夫子和打手板的戒尺。嬷嬷说的。哎呦，我的小祖宗，老奴那是说着玩的。真不缺，那学堂午间供应的桂花糖糕和杏仁酥可就没份喽。听说比王婆家的还好吃。在家的温暖与糕点的香甜之间，桃猫将军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灵魂挣扎。最终，吃货之魂以微弱优势战胜了恋家之情，防线宣告瓦解。坐吧。多股微弱生命体信号，同学，单一密度信息源，夫子，能量场偏严肃，建议宿主保持观察。知乎则也，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不可不察。故君子静而无失，与人恭而检测到可用注意力涣散，黑色流体墨汁。系统在宿主濒临睡着的边缘提供了一个危险的娱乐建议。在系统的默许怂恿下，桃猫将军启动了课堂即兴艺术创作程序。作品主题：捉脚弄，捉脚脚，小王八。也胡闹！课堂之上岂容你肆意涂鸦、污损书案，成何体统？桃猫将军试图辩解，他在画王八老师。这简直是火上浇油！你还敢辱骂师长？说，为何画此污秽之物？因为王八老师跑得慢，上课就不会着急，可以慢慢讲。桃猫听着就不会睡着了。桃猫想让夫子变成王八老师讲慢一点。我的天，夫子听了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这是我夫子当年在稷下学宫求学时记下的笔记。课堂纪律面临全面崩盘。你们反了，都反了！他急需一个台阶下，或者说急需维护师道尊严。夫子，他好像不是故意的，他画的王八还挺胖乎的。就是跑得慢也挺好。上次讲千字文天地玄黄那一段，我就没听懂。第2位友军出现，并表达了群众心声。今日功课将《弟子规》入则校篇抄写10遍，明日检查。现在都给我坐好。虽然惩罚有点重，但好歹结束了这场混乱。桃猫的低堂文化课以神逻辑震慑全场，并喜提抄书大礼包告终。美食外交，2位课堂友军被桃猫牌美食吸引，主动靠近，给一起吃。爹爹说好吃的要分享。美食交大获成功，桃猫将军用糕点分割术，成功与2位潜在盟友建立零食共享同盟，社交技能点+1。桃猫妹妹，你真厉害，敢那么跟夫子说话。我叫铁柱，我爹是兵部的，嘿嘿。我叫婉婉，我祖父是翰林院的。你画的王八是挺别致的。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哦，我脑子里有个小闹钟。小闹钟吗？虽然盟友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小闹钟的牛逼之处，就是提醒桃猫吃饭睡觉的。不说了，我们玩吧。系统及时干预，防止宿主泄露过多核心机密。新挑战：毛笔字。对桃猫将军的小手来说，毛笔如同青龙偃月刀，难以驾驭。看来不止桃猫，这是启蒙班的普遍困境。夫子很头疼，同学们很苦恼。要是笔能自己听话，写出直直的线就好了。在书写困难的压力下，桃猫下意识地调动了与植物微操同源的那一丝微弱精神力，试图去影响手中的毛笔。主物质人品。
此女万历虽弱，然心性初稳，此一黄已得平之3分意。不错，继续练习。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超能力辅助，桃猫竟然获得了严厉 BOSS 的首次正面评价。明天见，明天见。爹，哎，爹，如何？学堂可有意思？糕点好吃吗？总指挥官听取前线战报。糕点好吃，桃猫交了新朋友铁柱和婉婉，我们还一起吃了糕糕。可是夫子让抄这个10遍，好多好多字。无妨，慢慢写，爹爹陪你。不过桃猫为何被罚抄书啊？就是桃猫上课画了个画。桃猫将军就生气了。信息过滤模式只汇报违纪事实，隐瞒顶撞细节，神逻辑，求生欲很强。唉，爹爹，你的字写得最好看了，比夫子还好看。能不能帮桃猫写一点点，就一点点开头？帮你写，那还是桃猫的功课吗？不过，爹爹可以握着桃猫的手写，这叫把腕，是教习常用之法。但笔还得桃猫自己握着，力还得桃猫自己出。好。好了，父女协同抄写流水线正式启动。爹爹提供框架和稳定性，把腕；桃猫提供动力和微操，精神力，效率倍增，质量上升。写完啦，爹爹好厉害！任务完成，在外挂的辅助下，艰巨的抄书任务圆满完成。死亡突击检查，和平的一天从夫子的随机点名死亡问答开始。今日考教昨日功课，《弟子规》入则孝篇。铁柱，你先来背“父母呼，至夜无变”。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丧3年，常悲宴，居处变，酒肉绝。顾桃同学，你将“亲友疾，至丧尽礼”背来。完了 ，BOSS 使用了精准点杀，命中的正是桃猫的知识盲区。桃猫，你来背一下这一段。绝境之中，随身悬系统应积极程序检测到户主遭遇信息检索危机，启动应急协议，尝试链接最近信息源，链接目标前方3尺，桌面右上角《弟子规》课本。宿主与系统协同，发动终极作弊计，隔空读课本。顾桃同学，作弊计划宣告破产。亲友急，先喝药，药很苦，也要喝。喝完了就多喝热水。对，多喝热水。桃猫的神级胡捉造成了范围沉默效果，全体同学陷入“我是谁，我听到了什么”的震撼状态。此刻，他或许在思考一个哲学问题：教书主一人几十年，到底教出了个什么？多喝热水。这简短的4字重复，包含了夫子毕生的学识、尊严所遭受的冲击，以及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疑惑。嬷嬷说的不舒服多喝热水，准没错。亲人病了也要多喝热水。学堂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还有你，午休去玩耍，去藏书阁，将《弟子规》全篇抄录一遍，明日一早交予我。BOSS 发动群体惩罚连坐版任务，抄写全篇，难度飙升，读100遍。全篇。好了，抄书难兄难弟组合正式成立。至于你，顾桃，除抄书外，罚你今日散学后留下清扫学堂，里外角角落落，务必洁净。不可。警告：宿主行为导致负面后果累积，建议后续严格遵守课堂纪律。令检测到新任务环境藏书阁蕴含大量未接触信息源，或有助于灵体融合与知识库扩充。抄书小队进入高级副本藏书阁，环境 DB Bust， 寂静、肃穆，书籍压迫里。任务目标：
抄完那本该死的《弟子规》。检测到高浓度信息聚合场，能量场平和，建议可尝试轻度精神感应，熟悉环境。在系统辅助下，桃猫以灵觉而非视觉接触了这座知识宝库，发现宝藏。带画的童书，果然兴趣最好的导航。桃猫妹妹，快抄啊！明天交不了招，夫子会更生气的。队友预警，尽职尽责的队友，铁柱发出警告。我有个办法，铁柱力气大，但写得慢还丑。桃猫你昨天不是让你爹爹把腕写得挺好的吗？你是不是会一种法吃完了破局的关键？他敏锐地察觉到桃猫可能拥有稳定笔记的特殊能力，好像有一点点，但是要很集中精神，那就行。铁柱，你负责磨墨铺纸念句子，桃猫集中精神握着笔，顺着铁柱念的写，我给你们望风，顺便把写好的晾干整理。咱们来个抄书流水线。天才的构想，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力求效率最大化。流水线启动，效果拔群。团队的协作和桃猫微弱外挂的加持下，抄书效率呈几何级数提升。有余力则亲人。果然，团结和一点点作弊就是力量。体力惩罚时间到，桃猫将军与他的巨型武器进行着艰苦决绝的斗争。效果：清洁度放10，个人卫生度放50。精疲力尽的小英雄，在父亲的港湾中安然入睡。喧嚣与惩罚都已过去，只有归家的温暖。在深度睡眠中，大脑开始自动整理、内化白天接触到的海量对桃猫来说信息。那些被迫背诵的、主动阅读的，甚至只是感觉到的知识碎片，正在被潜意识编织、吸收。深度睡眠状态，信息整合程序运行中，灵体融合进度微量提升，当前进度0.203%，检测到新增基础伦理规范、童谣韵律数据模块。要先尝，多喝热水，大空间。检测到微弱生物信息残留，可进行简易能量感应练习，尝试感受其衰老、顽固与知识沉淀的气息。是夫子的味道，臭臭的。虽然用词粗俗，但桃猫的感知竟意外的精准。这盆花明天能精神那么一点点，这也算将功补过吧。累了吧？学堂好玩吗？不好玩，夫子兄要背书，背不出就罚抄书，还罚扫地。桃猫的手好酸，腰好痛。桃猫将军开始血泪送诉嫡府的暴行。好了，辛苦了。不过爹爹听说有人今天在学堂说了句很有道理的话，叫什么“多喝热水”。在控诉之后，不忘邀功，并适当引发事实。急中生智，而且桃猫今天还和铁柱婉婉一起把罚抄的书都快写完了，还帮夫子浇了花。爹爹听了，大概只会觉得好笑又无奈吧。每当夫子露出这种慈祥中带着算计的表情，通常意味着没好事儿。全体同学进入1级戒备状态。整日诵读诗书，亦需强健体魄。今日天朗气清，午后功课改为户外修习。户外是要去晒太阳吗？修习内容：礼乐射御之御，御车马通腿脚。今日便从通腿脚开始，尔等可自由嬉戏奔跑跳跃，但不得离开后院范围，不得毁坏花木，不得大声喧以哗。古代版惊扰邻舍。半个时辰后于此处集合。现在去吧。好了，文明放风时间开始。有人是脱缰野马，有人是被缰绳拖着走的马。桃猫将军的小分队没有贸然加入战局，而是先进行敌情方式观察。
检测到高频率无规则肢体运动，能量消耗模式剧烈，对宿主当前灵体融合稳定度203，可能产生扰动，建议选择低强度节奏稳定的活动，例如观察昆虫、缓慢散步。总结：能坐着绝不站着，能散步绝不跑步。他们跑得好快，我们玩点什么好呢？我们也玩那个吧，那个不用跑很快，主要是躲和听。你看，游戏名：盲触定位，规则：视觉剥夺，依靠听觉与触觉捕捉移动目标，对宿主精神力微操及环境感知有一定锻炼价值。风险：可能发生碰撞，建议可尝试，但宿主充当捕捉者时，可尝试微调听力感知。好，我们玩这个。我来了！孩子们玩得满头大汗，脸蛋红扑扑的。夫子看着这群玩疯了的孩子，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铁柱，今日通腿脚觉如何？可有所得？来了，夫子的课后总结提问，第一个被点名的又是我们表现突出的铁柱同学，是福是祸？回夫子，学生今日知道了，保护比追赶更重要。当老鹰要抓小鸡的时候，母鸡就要用尽全力挡住。虽然学生最后没站稳，但我保护了桃猫妹妹和婉婉，我以后会站得更稳的。虽然过程的华姐皆充满铁柱了朴素的团队精神和责任感。知道友爱同窗，亦算是礼之以端，归队吧。是。面对铁柱的真诚暴击，连严肃的夫子都败下阵来。在铁柱同学心中，这无疑是他的高光时刻。下次要是还有户外休息，我还当母鸡，我回去就练扎马步，肯定能站得稳稳的，让老鹰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先把《弟子规》抄完，明天要交呢。啊，对哦，不怕。抄书的阴霾在高效的团队流水面前，玩玩女汪峰似乎也不那么可怕。我念了。今天的户外休息虽然有点累，但挺有意思的。尤其是用精神力拂去你衣领灰尘那下。系统给出了今日活动的 KPI 总结，结论：玩得不错，对成长有益。这大概是系统最有人情味的一次评价了。桃猫妹妹，婉婉，明天见，别忘了抄书。也许，成长就是这样，在一点点烦恼和一大堆欢笑中，悄然发生。今日学长有何趣事？看桃猫心情喷好，今日桃猫心情肉眼可见的好，爹爹自然好奇。爹爹，今天我们不用背书，夫子让我们去院子里通腿脚，我们玩了蒙眼摸人，还玩了老鹰捉小鸡。铁柱当母鸡保护我和婉婉，可厉害了。开心就好。看来这户外休息甚好。明日若是天气依旧晴好，为父带你去郊外骑马可好？桃猫将军以甲方监工的姿态，悠闲地跟随乙方前往生产基地，根本不存在的棉花糖摊，心态良好，毫无惧色。叔叔，那个紫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它能吃吗？甜不甜？野花不能吃，快走。哦，那蚂蚁呢？我听说蚂蚁人贩子从诱拐者变成了不耐烦的导游。小妹妹，别问了，先吃糖。只有甜味，没有花香，也没有果味，不好吃。人贩子终于动用物理手段，强行让甲方桃猫闭嘴。小兔子要粉色的。蚂蚁是酸的。被强制下线，人贩子们松了口气，终于清静了。锁定目标。桃猫将军的甜蜜雷达锁定高价值目标——糖化金龙。危险？不存在的，只有对艺术的追求和食欲。掠食者出动，看人贩子二人组，瘦高个、矮胖子，带着专业诱饵巨型棉花糖登场。审美导师上线，
叔叔，你的棉花糖形状好像被风吹歪的鸡窝哦，要转着圈，轻轻的扯，才能做出小兔子或者小花朵的形状。你这样举着，它都快哭了。在被拐的边缘，桃猫将军首先问关心的诱饵的美学品质。人贩子大概从没遇到过这种客户。小妹妹懂得真多。那叔叔带你买能扯出小兔子的棉花糖，好不好？要2只小兔子，一只个是白色的，一只是粉色的。好，2只。桃猫用他清晰的需求和审美标准，成功带偏了人贩子的节奏。陌生的地方，之前被捂住嘴，现在独自一人。这一定是铁柱和婉婉说过的那个超好的游戏——绑架游戏。哇，还有山大王，这个游戏好逼真。桃猫要自己逃出去，这样游戏得分才高。他决定了，不等爹爹了，要玩单人逃生模式。玩家开始进行专业的场景交互和路径分析，任务目标：逃离厢房。门锁了，要钥匙。窗户太高，要垫脚，需要工具。玩家发现场景道具：破旧的陶罐，用途未知，可开发。这个可以当武器或者敲门砖。桃猫将军的冒险之旅正是从搜集道具开始。你们就是抓走好孩子的大坏蛋吗？小丫头片子，胆子不小，知道我们是坏蛋还不哭？玩家引用了 NPC 嬷嬷的游戏提示。嬷嬷说，遇到坏蛋哭也没用，并开始展示动脑筋的第一步：藏好初始武器，破陶罐。要动脑筋，想办法。老大，这丫头有点邪性，不哭不闹，还讲道理。少废话，老子管你哭不哭，长得倒挺水灵，能卖个好价。卖个好价，这是游戏里的赎金任务吗？是不是会有勇士拿钱来救我？甚至开始期待有师爷带着金币闪亮登场的剧情了。山大王叔叔，你们要的赎金不能太多哦，不然勇士凑不齐钱，游戏就进行不下去啦。还有，记得给桃猫送饭，饿坏了就不好看了，卖不了好价钱了。少胡说，你爹到底叫什么名字？玩家提供了虚假信息，爹爹叫，但姓氏是真的。叫顾家胖，对，顾大胖。这种真假参半的回答最能迷惑人。我家住在城东最高的糖葫芦山上，门口有2只会说话的石头狮子，每天早上去买糖葫芦都要骑狮子去。玩家的描述逐渐从夸张滑向奇幻。闭嘴！再胡扯，老子抽你！看紧了，这丫头片子满嘴疯话。好，越狱行动最终章开始。玩家屏息凝神，准备挑战最终关卡——翻越高窗。什么时候进来的？我锁门了。那药绳和沙漏呢？牛光看吧。莫影穿墙放的，不解决这蓝老虎不行了。得，齐了，就差狼战了。他会不会从房梁倒掉下来说晨练？立刻。醒了，很好。这表情，这动作，跟摇尾巴等夸的大狗有什么区别？你怎么睡这儿？晨光正好。出师未捷身先卡，万万没想到，最终 BOSS 不是守卫，不是高墙，而是桃猫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肚子。卡卡，
什么声音？叔叔，桃猫的肚肚了啦，能帮桃猫一下吗？这波操作让人贩子们哭笑不得，气都气不起来了。你是猪吗？我来。肚肚疼。越狱行动彻底失败，玩家体验刺激、滑稽、略疼。把这小祖宗给我绑床腿上，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来。在极端情绪下，桃猫的精神力微操似乎产生了暴击效果。伤害性不大，侮辱不大，对秃头来说极强。桃猫，而那几个笨蛋坏人在经历了审美打击、智商碾压、精神污染和头发暴击后，终于迎来了他们应得的滑稽的结局。你们山寨平时都玩什么游戏啊？会玩老鹰捉小鸡吗？铁柱当母鸡可厉害啦！睡觉。那山大王叔叔有什么宝贝吗？比如会发光的珠子，或者吃不完的糖山？没有，闭嘴！立正，向左转。有蚊子。技能生效了，桃猫觉得自己掌握了秘密武器。在被绑架的困境中，桃猫将军凭借他强大的心态和奇葩的微操能力，成功的将看守时间变成了超能力练习与恶作剧时间。小丫头，说，你爹是谁？干什么的？家里有钱吗？我爹爹是天下第一厉害的大将军，他有一把这么长的宝剑，能一下砍倒一棵大树。他手下有10万个会飞的兵。一个悠闲的上午，桃猫博士正在进行植物互度反应的重复性实验。开，合，开，快点呀！检测到前陵区域声波异常，包含高频惊讶情绪、非计划访客或伪常规事件，建议保持原位，继续观察。小郡主，前头来了位夫人，她……嬷嬷是卖新糕糕的人吗？在桃猫的世界里，能引起嬷嬷如此反应的访客，优先级最高的是新型糕点供应商。不是高高，是一位自称是您亲生母亲的夫人，现在国公爷正在前厅见她呢。亲生母亲4个字，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深水炸弹。桃猫将军的家庭关系数据库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爹爹可从来没说过娘亲还会自己上门。关键词：亲生母亲。逻辑冲突：宿主现有记忆及信息库中无此人物直接数据。风险评估：未知。情感模拟模块启动。建议宿主可前往查看，本地将同步进行生物信息扫描与微表情分析。看新角色苦情娘亲已就位。国公爷明鉴，民女柳云儿本是江南绣户之女，当年与您春风一度，珠胎暗结，后因家中变故与您失散，辗转得知您已贵为国公，且收养了一女。那孩子的年岁容貌，分明就是我那苦命的孩儿啊！柳娘子说与孩子失散多年，不知可记得孩子身上有何特殊印记，比如胎记、痣点。记得，如何不记得？我那孩儿的左肩后有一小片浅红色的形似桃花的胎记，那是他还在我腹中时，我日思夜想，盼他如桃花般娇艳，许是念力所致。要么是真的，要么就是背后有高人提供了桃猫的详细身体信息，局势瞬间复杂。糟糕，对方给出了正确答案，这已不是简单的骗局，而是有针对性的。
信息传备的精密阴谋。我的孩儿，目标锁定，开始多维度扫描，生物信息对比，与宿主遗传相似似度低于0.1%，排除直系血缘关系，微表情分析，悲伤期肌肉调动过度，眼角无自然泪腺分泌加速迹象，综合判定，伪装眼性哭泣，高和注关键时刻还得靠科学，瞬间出权威打假报告，不是亲娘是影后，而且技术不错。孩子，我是娘亲啊，你不认得娘亲了吗？开始情感绑架战术，配合情郎肢体接触，试图摸脸和气味攻击熏香，试图突破孩子的心理防线。你说你是桃猫的娘亲，那你怎么证明呢？爹爹说做事情要讲证据，你说有胎记，万一是别人告诉你的呢？这思维比很多大人都清醒。孩子，你竟不信为娘，这胎记为娘如何能假他人之口得知？这分明是母子连心啊！哦，桃猫知道了，你肯定不是桃猫的亲娘，因为桃猫长得像爹爹，爹爹好看，你也好看，但你和爹爹长得一点都不像。嬷嬷说孩子是爹娘一起生的，应该像两个人，你只像你自己，所以你不是。而且你身上的味道不好闻，爹爹身上的味道是干净的，太阳晒过的味道，嬷嬷身上是膏膏和皂胶的味道，你身上的味道像放久了的血香粉，还有一点药铺里的味道，桃猫不喜欢。宿主嗅觉反馈与成分分析吻合，不喜欢情绪表达直接有效，可对伪装者造成心理干扰，建议持续进行，童言无忌是质疑。有时候最原始的孩子话和不喜欢，反而是破防利器。国公爷，妾身知道空口无凭，为证清白，妾身愿与孩子滴血认亲，让上天来判定我们是不是亲生母女。他敢提，要么是有恃无恐，要么是赌对方会害怕抗拒。我苦命的孩子，娘亲也舍不得你疼。滴血认亲，古代陋习，无科学依据。血液融合与否与水温、器具清洁度、血液中成分有关，与血缘无关。宿主无需恐惧，但需警惕，对方可能使用特殊药物或手段，人为促使血液融合，制造假象。但这是唯一能证明咱们关系的法子了呀。孩子对扎针流血有本能的恐惧，滴血认亲是要把桃猫的手指头扎破流血吗？对方可能想利用这一点，迫使桃猫哭闹抗拒，从而将不愿认亲的帽子扣在他头上。爹爹，道长爷爷，滴血认亲是不是像婉婉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好人的血和坏人的血混在一起，清水会变黑？小闹钟，你能不能让他的血变得很奇怪，比如不融？郡主所言非本有据，确有诸多不实之处。柳娘子教行此法以证清清白，贫道倒有个更品的建议，不如由贫道亲自取一碗清水，再请柳娘子与贫道各滴一滴血入内，先看看是否相融，如何？好啊，先跟我这个陌生人滴一下看看，如果融了，说明你这血有不靠谱；如果不融，那你再跟桃猫滴。这招叫对照组实验，非常科学。一滴血与孩童的血滴入清水之中，若相融，则证明不可，此乃我与孩儿之间的事，怎可？这与理不合。慌了，彻底慌了。对方只是提出一个对照组建议，他就如此抗拒，心虚之情溢于言表。之前的悲情演技，此刻碎了一地。国公爷，道长，民女只是一心寻女，并无他意。既然府上不信，民女这就离开，再去寻其他证据便是。眼看骗局即将被当众拆穿，影后选择跑路，演技可以不要，但人不能折在这里。阿姨，你刚才哭的时候用的是左手擦眼泪还是右手呀？嬷嬷说，真的难过的时候，眼泪是热的。你的眼泪是热的吗？桃猫能摸摸你的脸吗？你说你是我娘，那你说说我屁股上有几颗痣？破防了，影后的表情管理彻底失控。面对桃猫的灵魂拷问和魔手，他露出了最真实的属于骗子的惊慌和丑陋。大脑 CPU 过载，语言系统紊乱，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单音节。镇国公督副短征，你这孩子，这位娘亲此刻像个断了线的木偶。来人，送客。闹剧该收场了，总 boss 爹爹下达逐客令，物理清场。对于骗子，无需多言。这场精心策划的认亲大戏，
已主演的仓皇逃草告诉。虽然自己心里有数，也把对方赶爹爹跑了，那个阿姨好奇怪，哭得假假的，身上的味道也怪怪的。但孩子终究需要来自最信任之人的肯定她，肯定不是桃猫的娘亲，对不对？来驱散那一点点因母亲这个词带来的不安。对，她不是。桃猫的娘亲是天下最温柔、最好的女子，她若在，定会将桃猫疼到骨子里，而不是这般装模作样。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在心里。孩子的世界很简单，谁对他好，谁就是家人。爹爹的怀抱，朋友的陪伴，桃猫有爹爹就够了，远比一个突然出现、哭哭啼啼的娘亲，还有嬷嬷、诗诗、婉婉、铁柱更温。国公爷，此女来历蹊跷，能如此准确地知道郡主身上胎记，背后定有人指使，且手眼通天。此番不成，恐还有后招，须得详查。劳烦道长，顺着那熏香和凝神草的线索，还有他来的路径，细细的查。威胁暂时解除，伪装者信息已记录，面部特征、声纹、体位成分、微表情模式，已建立高风险伪装者柳云儿档案，宿主表现评估优秀，有效运用逻辑质疑与感官反馈，配合默契度提升，灵体融合进度微量提升。先让下面的人去查，今日先陪桃猫。走，爹爹带你去吃新出的荷花酥，压压惊。用一顿美食驱散所有阴霾，这才是镇国公府的日常。桃猫在画什么？桃猫的娘亲在这里，也在桃猫和爹爹这里，对不对，爹爹？这番话语出自3岁半孩子之口，却蕴含着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这场风波非但没有离间父女，反而让他们的纽带更加坚韧。对，桃猫说的对，他一直都爱是铠甲，假的娘亲，会带来风波和眼泪，但真的爱与信任，是孩子心坚固的铠甲，也是父亲披荆斩棘最柔软的动力。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原来那些好吃的高高甜甜的果子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是种出来的。爹爹，桃猫知道了，桃猫也要种好多好多苹果，种糖葫芦，种桂花糕。好了，一个划时代的农业计划诞生了，目标实现零食自由。糖葫芦和桂花糕可不是种出来的，那是用种出来的东西做的。你想种是可以，不过桃猫想种点东西玩，自己批准的是一个将颠覆国公府花园的大型农业改造项目。爹爹，桃猫可以去吗？去吧，想去便去。耶！妈妈，给桃猫找种子，锄头，桃猫要当农夫啦！检测到宿主启动生产建设意向，资料调取，基础植物栽培流程，建议从易成活、生长周期短的品种开始，如豆类。看桃猫农夫的豪华套装，装备虽然搞笑，但种子库品类丰富的令人怔僧。从正经豆子到疑似观赏的莲子，再到零食界的代表芝麻、冬瓜糖，历史性的一处，标志着镇国公府花园农业生产化改造正式动工。花花，对不起啦，给桃猫的豆豆让点地方，等豆豆长大了，你们做邻居。经过一番艺术创作，土地准备完毕，风格抽象派，坑洼标准，但充满了汗水。虽然不主义，虽然了标水和虞美人的泪水。豆子、莲子、芝麻、冬瓜糖，芝麻香香，冬瓜糖甜甜。你们一起长大，做出来的糕糕肯定更好吃。罐罐方式，暴雨淹没式，旨在模拟风调雨顺，只有涝。豆豆，快起床，太阳晒屁股啦！传统的拔苗助长是动手，桃猫版本是动嘴。显然，植物听不懂起床号。奇迹发生，成功了！
精神力微操在农业生产领域取得突破性应用。不好了，催生似乎产生了变异效果。这些豆苗继承了豌豆跳舞的艺术天赋，并且患上了生长亢奋症，它们看起来不太正常。长出来啦！桃猫猫种的豆豆长出来啦，还会跳舞，好厉害！微操能力的完美体现，智能农业的里程碑。虽然产品出现了不可控的艺术性变异，但对交付速度和产品特色表示高度满意。桃猫农夫又迫不及待地向合作伙伴朋友们展示他的阶段性成果。至周无负成组才是衡量性打嗝，是收获赞美的时候了。来自朋友的第一波用户反馈：桃猫妹妹，你种的花长得好像我爹练功用的麻花辫，这里好像什么都没长出来。部分产品莲子冬瓜糖疑似研发失败。这是会跳舞的豆豆，是桃猫用法术种出来的。那边是桃猫种的高高，可能还没睡醒。铁柱，桃猫农不满足于个人成就，开始寻求朋友的劳动力。我们种一个大大的菜园子，种菜园子。好，我力气大，我挖坑。我去找点别的种子来。我祖母有种小番茄和金瓜，可好吃了。好，铁柱、婉婉，种子与技术顾问，桃猫总指挥兼核心技术拥有者。花园浩劫即将升级，花园改造项目2期工程轰轰烈烈上马。这里种番茄，那里种金瓜，旁边给桃猫的芝麻糕留地方。对于将花园视为心血的嬷嬷来说，眼前这一幕不亚于核爆现场。玉耳梁花爆东倒西，没排柜的根系被粗暴地翻出宝路盖面。我的花儿，小郡主、铁柱少爷、婉婉小姐，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嬷嬷，我们在种菜，种好吃的，等长大了给嬷嬷做第一碗菜。嬷嬷的崩溃遭遇了桃猫的孝心暴击，这怒火发也不是，不发也不是，憋得内伤。总 boss 爹爹突然视察工地，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爹爹，你看，桃猫和铁柱婉婉种了好大一片菜地，豆豆会跳舞，番茄和金瓜也种下去了，很快就有吃不完的菜啦。项目经理桃猫向总 boss 进行了极其乐观的成果汇报，重点描绘了美好前景。种的很热闹，不过下次想种地，可以让花匠爷爷帮你们规划一块地方。规划一小块地方，别把嬷嬷的花都挖了。桃猫开始对它的作物进行每日精神力灌注，早日实现蔬菜自由。桃猫博士不满足于促进生长，开始尝试品质调控。检测到宿主精神力输出过载，且干预目标生命体提正常代谢规律，可能导致能量失衡、果实异变或植物早衰，建议立即停止。无论品相如何，这是桃猫农场收获的第一个果实。意义重大，但口感成谜，吃货的勇气即将面临考验。看，桃猫种的番茄熟了，我们一起吃。这能吃吗？产品评评会用出印象。这番茄外貌长得好像摔肿了的脸，但出于友情和对自重的好奇，试吃环节仍需进行。好酸，好奇怪。铁钻都吃了，应该没事。好酸，像没熟的杏子泡了醋。又酸又涩，还有点苦。你这番茄是不是中了毒？品鉴会结果全票差评，口感酸涩苦怪，安全性疑似有毒。桃猫的菜不好吃，桃猫是不是很笨，
种不出好吃的菜。从雄心勃勃到自我怀疑，只差一颗怪番茄的距离。在项目陷入困境时，总 boss 请来了外援专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灾难评估。国公爷，小郡主，这地儿，土是好的，苗也是好的苗，就是长得太急了，乱了章法。这瓜果蔬菜啊，跟人一样，得按着时节，顺着性子来，急不得，也不能老用想的催。治疗方案顺其自然，科学管理。听到没？花匠爷爷说了，要顺着他们的性子。爹爹给你和朋友们在花园边上划一小块真正的地，让花匠爷爷教你们怎么好好种，好不好？这里就让花匠爷爷帮忙收拾一下。豆豆，对不起，桃猫太着急了，以后就当看跳舞的吧。但学到了重要一课，尊重自然规律。花园农场 2.0 计划在科学指导下重新启动，这一次没有微操催生。这土啊要松得匀，沟呢要挖得浅，种子才好扎根时。和辛勤的汗水，新旧两块地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意外收获，奇迹发生了！变异的植物最终结出了真正的果实。哇，铁柱，婉婉，快来看呀！看，我种的豆豆，虽然长得奇怪，但最后还是变成好吃的豆豆了。就像你说的，麻花辫也能长出好豆子。最终，总 boss 验收的不只是一把豆子。爹爹，尝尝，桃猫种的跳舞豆可好吃了，是它们自己长好的。获得的成长、快乐和那份自己努力长好的感悟。夫子今天笑得好奇怪。整日诵读诗书，亦须陶冶性情，展露天赋。今日便给尔等一个机会，自今日起，每月逢五设才艺展示之课，尔等可展示诗书、琴棋、书画，乃至戏法、口述，凡有益身心之趣，皆可。有益身心啊，还要展示？我不会啊。我就会背三字经，能算才艺吗？今日便是首次，顺序就按座次来。首位顾桃同学。好了，死亡点名，第一位幸运选手又是我们的桃猫同学。才艺是要桃猫背书吗？还是吃东西？非是背书，是展示你所长，譬如歌舞、诗画，或如民间戏法亦可。哦，那你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桃猫会戏法，桃猫能让东西自己动起来，逼格瞬间拉满，但风险系数也直接爆表，观众们充满期待，亲友团提心吊胆。检测到宿主即将进行公开精神力微操演示，桃猫要用那个。警告：公开环境多目标注视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群体反应及目标植物应激反应，建议降低输出功率，限定影响范围。桃猫法师开始吟唱咒语，并试图精确控制法术效果。文竹文竹轻轻动，像风吹那样，只动一点点。动了，真的动了！没有风啊！顾桃妹妹好厉害！首次公演大获成功。糟糕，表演者因得意而上头，开始加大功率输出。光摇不好玩，要不转个圈？婉婉，文珠好像要晕了。多线操作，一边控制跳舞的文竹，一边还想驱动石头，这操作连系统都要喊一声勇。全面失控，完了 CPU 处理不过来多线程任务了。
胡闹，快停下 ！BOSS 夫子震怒，表演者桃猫惊慌失措，慌乱中向法术注入更多不稳定的精神力，导致灾情升级，终极灾难。表演道具、文竹及承载平台、花盆双损毁，才艺展示彻底变成了才艺毁灭。夫子最爱的2样东西镇珠、文竹全完了。在接连的巨响和匪夷所思的景象冲击下，课堂纪律彻底崩盘。戏法变惨了！你这哪是才艺，分明是拆家！对不起，桃猫不是故意的，文竹他自己。从志得意满到崩溃大哭，只需要一盆文竹和一块镇边的距离。哭有何用？毁坏器物，扰乱学堂，罚你！好了，真正的大家长来了。他不是踏着祥云，而是踩着文竹的碎片和震低的赞骸而来。李夫子，小女顽劣，惊扰学堂，毁坏器物，是顾某管教不严，所有损失，顾某一力承担，并加倍赔偿。顶级公关，态度诚恳，行动果断，瞬间堵住了夫子诉苦和重罚的嘴。国公爷，非是器物之事，此生性情跳脱，行事每出人意乡，长此以往，恐于学业会心性无益呀。夫子所言极是，顾某定当严加管教。不过小女这戏法虽控制不佳，弄巧成拙，但其初衷亦是欲夫子与同窗展示其观察微体物入情之心。他定是平日见夫子悉心照料此竹，感念其生机，方想令其活起来，以悦众人。方法虽谬，此心或可怜。在金钱赔偿加语言艺术加孩子可怜相的3重攻势下，夫子终于妥协，同意和解。罢了，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只是这才艺，日后还是换个稳妥的为好。多谢夫子海涵，顾某回去定当好生教导。危机解除，爹爹用他的方式为女儿摆平了烂摊子，也保全了夫子的颜面。现在是安抚受惊小受的时候了。桃猫，今日可知错了？桃猫错了，桃猫把夫子的石头摔坏了，把文竹也弄死了，还把大家都吓到了。那桃猫知道罪错在哪里吗？罪错在力所不及却强自为为。你有让东西动的心是好的，但你的力气还不够大，却想让文竹跳舞，还想让石头也动，自然要摔倒，要砸坏东西。你可以选择如何去使用这个力气。那桃猫以后不用这个力气了。宿主能力无善恶，重在掌控与用途，建议进行小规模低强度练习，寻渐渐非完全弃用。不要因一次失败就放弃，应该进行安全可控的。倒也不必不用，就像学写字，先从一笔一画开始，写好了1才能写10，再写100。你的力气也一样，须得慢慢练，从小处，从稳当着来。在你能完全控制之前，不可在于人前轻易施展。记住了。在爹爹的指导和系统的辅助下，桃猫将军开始了他的能力特训。训练场自家后院，训练对象人畜无害的绿豆苗。成功了，首次实现分叶控制，这标志着桃猫对精神力的精细操控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虽然只是让豆苗点头，但意义重大。微操精度提升37%，稳定性提升52%，训练有效，建议每日坚持。爹爹一直是桃猫最坚实的后盾和最智慧的导师。夫子说了，桃猫你不能表演戏法了，我们表演什么呀？我就会吃饭快。我们不表演戏法，我们表演讲故事。铁柱，你不是记得很多嬷嬷讲的故事吗？你来讲，我和婉婉在旁边帮你演出来，充分发挥团队各成员优势。